大家晚安，大家好，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会计列网络贺出兵。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今天的来宾是塞住的鼻子，因为今天天气实在是太烂了，所以我鼻子不太舒服。那我们就一起来祈祷，等一下他不要发作吧。阿杰安安欢迎哦，同时观看人数2个人，其中一个是阿杰，另外一个是谁啊？哦，原来是口号上安安欢迎。好，太棒了！我们今天要来玩这个叫做终极的2选1哦，终极的2选1。就我想了很久，我看很多人都在开那个2选1台嘛，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嘛。那我就觉得，哎，这个火蛇怎么就是。我阿慧的是爱跟别人不赶快，我一定要很特别。然后我就想了一下，什么样的2选1最厉害嘞？哎呦，我就想到这个终极的2选1，就应该是2选1吧。好，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看。这是我今天准备的终极的2选1，2选1，里面那个提供了，里面收集了8种，我看到觉得好像可以玩一下的2选1。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选一选这8个2选1里面哪一个最好玩吧，太棒了！好，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我觉得我今天一定会开到吐血，你知道吗？好，来，我们先8强先开始。来，阿红安欢迎，太棒了！第一个2选1哦，我们这个。马铃薯2选1跟蛋饼口味2选1，到底哪一个2选1比较有趣嘞？那我们就先来玩玩看马铃薯2选1吧。哎，那个哦，你爱吃葱啊？葱啊，葱啊，哎，对，就是那个鲔鱼蛋饼嘛。确实是个蛮受欢迎的口味。但是我们还是先看马铃薯吧。你不要讲错哦，你是话送的你的对，当然要玩过才选啊，不然怎么选？当然要玩过，唔叫他都算，还好这马铃薯只有27个。来，我唔知我敢有甲大家讲过，其实我最爱吃马铃薯的，恁敢知影？我应该无讲过吼，我其实很喜欢马铃薯，那我们就来一起看看。什么样的马铃薯是阿慧最爱吧？那当然，这个2选1的精髓就是欢迎大家在聊天室提出你对哪一个选项比较喜欢。然后，如果你觉得阿慧真的是不懂吃，你就可以直接跟我呛声，好不好？没关系哦，你就呛声看会不会被 ban， 应该是不会啦，没有啦。好，任何形态马铃薯不一定，你那是还有多啥？还有这生菇的都袂使，好不？发芽嘛袂使，发芽食了会吐会落屎会死，迄袂使。好来，可乐饼哦，可乐饼我是没有很常吃啦，但是确实是不错。我还记得我曾经虽然我都说我不会做菜吼，我讲我袂晓煮食，毋过嘛是我想讲要来做看卖，做看可乐饼。自己做的实在是很难吃呢。我刚才嘛别晒哦，发酵的也不行，不要在那边。不过确实，如果有机会去吃 Sukiya 的时候，因为我最近非常不爱吃青菜，所以吃 Sukiya 的时候是会点一下可乐饼套餐啦。确实就是，这个可乐饼真的是不错，就是有那种像薯饼一样比较细碎的这个马铃薯，然后里面又有一点肉末，就是蛮好吃的。马铃薯煎饼不知道是哪一种我知影有一种是甲伊串签，甲马铃薯串签了后，个安怎袂记，唔知影是爱下米粉，还是爱卡卵，还是安怎？或者就是甲迄个马铃薯串签了后，再甲煎做一块，也是有这种，就是把它串签，中文不会讲串签怎么讲？就是
弄成一丝一丝的嘛，一条一条的，就是枪嘛，就是弄成枪，然后再把它变成那个煎一煎，变成一块饼这样子。好像有看过有这种做法。好啦，那如果这两个选一个的话，我一定是选可乐饼的啊，刨丝啦，对，刨丝。今天可以开到12点，我也很怕我也有点怕我觉得我等一下应该会赶进度。我这个今天身体又不好，然后又要一次选8个2选1，神经病，真的是等着开到10没关系，直接变耐久台。我看过路边火车搞过马铃薯哦，还有这样子的太可怜了吧？好，我想想当然，我应该是比较喜欢可乐饼，里面有点肉，然后外面有那个果粉，去炸那个果粉的粉很好吃哎，不觉得任何炸物的本体其实就是好吃，都是好吃在外面那个面皮脆脆的是那个淀粉上济啊，个上油的那个所在上好食，哎是安怎？刘克恰上暗欢迎，食暗顿无？我若无食青菜，身体欠安。你就是加减爱食啊，食鱼食肉嘛就菜噶，这应该大家都听过。好了，讲这么多可乐饼，哇，讲了6分钟才选了第一个，完了。薯球跟微笑薯饼，完了，我觉得等一下会有很多根本就重复的，因为我觉得薯球跟薯饼没有差太多吧，就是它里面都是。拍谁？真的今天干不点，就里面都是那个呢，一袋细袋，就是很小块那种，就是，你们一定知道我在讲什么，就是薯饼都那样啊，薯饼都会有那个感觉，那个它的颗粒大小大概就是那样子，不一样吗？真的吗？好像是不一样啦，好像是不一样。薯球比较有口感嘛，微笑薯饼是不是里面很多都很软啊，很软很绵密，是这样吗？完了，结果我是不懂马铃薯的，早知道选一个咖啡啊，对吗？是吗？微笑薯饼里面比较绵密哈，好像是这样子。然后微笑薯饼那个有一些就是整形失败，然后就是笑的你心里发寒这种的也是有。哦，微笑薯饼里面其实是那个马铃薯马铃薯泥 ，OK。银白安最近才看到。哇，这好像扯很远。银白安安最近才有看到那个你跟 VTuber 朋友一起讲医疗台语的那个，我去补一下档，蛮有趣的。说不定有机会我们也可以来延伸一下医疗台语的话题。好，但我们今天的2选1里面没有这个。好，薯球跟微笑薯饼，我知道有一些，好像有一些那个薯球它。外面那一层还有一个味道我不知道是有加起司还是怎样的味道，那个味道还不错，就好像确实不一样啦，确实不一样。对，真的吗？你要写企划吗？我本来想说我来邀你们，都可以。好，BB 要起来安怎较好耍，囡仔拢爱耍，什么意思？好，所以刘克恰桑也是觉得要吃就是要那种里面有颗粒状的才爽吗？那我跟你讲，最大的颗粒是什么？最大的颗粒就是你整颗马铃薯不要切，直接蒸好就可以啃了。这个颗粒最大，应该蛮爽的吧？好啦，没有啦。好，我选的话应该也是薯球，因为我没有喜欢那个里面太绵密的那种薯饼，我确实没有很喜欢，所以我比较喜欢薯球。哎呦，蒸好塞我嘴里，还好嘴巴很大，没事。我们来看下一个，薯花是什么？这我没看过薯花是什么？马铃薯泥，然后挤成花你把它当鲜奶油挤成花，是不是？是这样吗？是这样子吗？有这种东西吗？太有趣了！那个把食物变成花，我只知道那个，如果你想要送人家花束，但是对方又不喜欢那种不能吃，然后又不知道放哪里的花束的话，你可以送炸鸡腿花束。我只有看过这个啦。薯花我就真的不知道，对吧？蒸马铃薯也很好吃，没有错啊。那个叫什么澳洲宝贝马铃薯，是叫这个名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对，蒸马铃薯或是烤马铃薯就不错啊，整颗的就不错哦，真的哦，所以真的是马铃薯，你放几花蛋就挤出来，然后再烤，外面就会表面就会脆，听起来不错听起来不错，听起来不错。那有机会我不知道哪里有薯花可以吃，还是这是大家都在家里自己做啊？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有机会会想试试看听起来很好吃好。银白，我们有机会我再去找你，我们再来聊聊看可以怎么玩。好，培根起司烤马铃薯，这感觉很像那个夜市会卖的吗？夜市会卖的那种，就是起司马铃薯啊。这个应该大家应该容易吃到吧？这个应该可能大家比较有吃过。好，我想想看哦。如果是我的话，好像，然后现在问题就是我没有吃过薯花，所以我只能凭想象的。但是想象起来好像很好吃那我就先选薯花好了。那就再见了，培根起司烤马铃薯啊，不一样不一样。夜市的是整颗蒸好之后切开，里面塞料，好像不一样嘛。它是像那种大亨堡那种面包一样，你把它从它的额头，从它的胼胝体是这样讲吗？从它的左右半脑之间给它切一刀这样子，然后就往里面塞一些料啊。这个是直接剖半嘛，再给它对半啊，把它下半部当成盘子这样子。然后好啦，好像不太一样，可是感觉会蛮像的啊。但是对，夜市的就是要加一大堆那个起司酱，确实那个是精髓。那个起司酱好像也不等于起司就至少我在夜市吃到的，它是调一个酱，然后有起司的味道，跟直接放起司上去烤的味道也不一样。好专业胼胝体没有啊？我就是乱讲话，就是有一些也没有很深入了解的小知识就拿出来乱用，这样子完全在乱用，有没有？这个是马铃薯带皮后切，然后蒸煮之后放料跟起司，再放进烤箱烤。好，那就是这个我真的可能没有吃过，我就吃过夜市的。对不起，没有割 game 比较穷，吃夜市的而已。够小颗可以对半，但是建议是1/3，不然会太大，是不是？里面就会不熟，这样可以想象。一个马铃薯可以做2道菜啊，了解。有趣。好，那这个我可能要吃看才知道好不好吃。那我只能先选薯花了呢。好啦，先选薯花，虽然没吃过，但有机会应该要吃看。好，再来烤马铃薯，无敌的吧？就一看就知道啊，他就是把它切成这个大小，然后烤了之后撒一点香料。这个没办法，这看起来太好吃了。蔬菜马铃薯饼，对，好像有一些餐厅会有吃过，但是我感觉。因为我还蛮喜欢马铃薯本身的味道的，所以里面如果加了蔬菜，我就觉得有点你知道稀释到它。那跟 M3 应该不是，看起来不行呢，应该不是 M3 吧？应该是其他西式的香料吧。蔬菜马铃薯饼我觉得有点，就那个蔬菜的存在有点偏离主题。就是我本来就是想吃马铃薯，你不需要。给我多一个菜，谢谢。有一个捆绑销售的感觉，所以我没有特别喜欢。那一定是烤马铃薯，那没办法。这是西洋芹原来如此。好法式千层焗薯，这个酱看起来好肥这个酱看起来超胖然后它切的好细哇，没吃过这个。但看起来白酱加马铃薯应该是蛮开心的啦，应该是蛮爽的。你说的千层马铃薯就是这个吗？原来就是这个吗？看起来真的是就是你知道胖就是很胖，然后很快乐，就是因为它把它切得很细，所以你可以沾到非常多的酱，因为它表面积变很大，然后你就可以沾到很多酱。你可能比较像是吃酱配马铃薯吧？不要骗我了，一定是这样子，吃得到就是要吃酱配马铃薯，马铃薯只是那个载体，只是让你有办法沾酱起来的工具而已。我也觉得波浪毫无意义，真的。波浪真的是
为什么啊？为什么要做波浪薯条？普通薯条不是一样吗？到底差在哪？真的假？所有波浪薯条都是干到死，是因为它比较大，所以里面比较干吗？我不知道但确实我对波浪薯条的印象就也没有特别好。为什么啊？为什么要给它波浪啊？那他就直接输啦，就大家净狼嫌，大家都嫌弃他，那就我也没有特别喜欢，那我们就淘汰波浪薯条，那没办法，就是法式千层焗薯。昂菜头嘛，我嗨硬你说哦，那什么红萝卜也有切波浪的啊，那也没意义啊。鬼啊你嘛，我知道那也没有意义啊，就为造型加容易保留酱汁好像有道理，就是它那个波浪是可以给你卡比较多酱在上面，是不是？那好吧，他就是知道自己比较干嘛，才要让你保留酱汁嘛。那他就是自己有自知之明，知道它里面很容易都会干干的，所以给你做一个保留酱汁，这真是谢谢他。不是，我就直接吃普通薯条就可以啦。这时候我突然发现我牙齿好像波浪薯条了。喂，薯条最好吃还是原始那种英式薯条，我喜欢那种，你看呢？带皮，这几个啊，那个叫什么 potato wedge 是这样子吗？就是好像它叫马铃薯角吗？楔形薯块 potato wedge， 我不知道它应该跟那种我们讲 French fries 应该是不一样吧？细的那种不一样。这个是不是出 bug？ 没有啊，就是做题目的人就是觉得马铃薯它也算一样。你知道马铃薯可以生吃吗？你们知道吗？马铃薯好像可以生吃听说吃起来像苹果，不会中毒哦。它不用煮熟没关系，但我有咬过一次啊，我是觉得没有特别好吃。可以生啃，真的可以，口感就脆脆，很像苹果，但味道就有点不一样。我是没有很喜欢，那你们可以试试看。你们是一点都不像苹果吗？茄科不建议生吃啊。原来如此，那就是我查到的资料就比较不是专业来源。那好，这边有药师说了，大家听到药师说的要听。会讲的是欧北讲的，药师说的要听，切科不要生吃，好，请大家不要生啃马铃薯，谢谢。口号爽，这个是法语吗？这个我不会。我那欧北部去和医生去和医师没，真的被骂了。有专业的在，还好，不然我要骗大家了。谢谢小药师的补充说明。法语的苹果应该地苹果是什么？地苹果是另一种植物吗？好啦，这个一定是马铃薯泥啊！我不知道它放马铃薯是什么意思，是叫你直接啃啊？那就没办法，只能马铃薯泥了。除了成熟的果实之外，都有机会有茄碱。我知道 Solanine 还是 Solanine 茄碱，然后轻的话是拉肚子，严重好像有可能会 Kelky 嘛，严重的话是会死掉的。那除了那个药师有说生的不要吃，然后除此之外发芽的也不要吃，因为发芽的它那个茄碱的浓度也会变高，我如果没记错的话，那就是真的不能吃哦。就算你把那个发芽的地方切掉也一样哦，那整颗都还是很危险的。对，葫芦同学，阿曼欢迎，你好。我们现在在玩这个2选1，然后就是我们要先玩8个2选1之后，才能选出这8个里面哪一个最好玩，所以我完蛋了。好，马铃薯起司球。这个是在吃 cheese 吧？这个重点是 cheese 吧？重点应该不是马铃薯吧？就是这个，我觉得这个马铃薯是配角，是也蛮好吃的啦。可是你看那个切面，它里面的比例明显就是 cheese 比较多吧？明显就是 cheese 多于马铃薯，这不行。这个主角根本就不是马铃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这样讲会不会骂到人？如果你写一首歌，里面那个台语的比例没有到，就歌词里面台语的比例没有到50%的话，那它应该就不是台语歌。谢谢。一样。如果你有一道料理里面那个有50%以上都不是马铃薯，它就不是马铃薯料理。好，淘汰。银白碰过有人吃
欧丁亚菜，欧丁亚菜是什么？吃到进急诊。我是想到之前网络上有看到有一个梗图是说什么老鼠药加到米缸里哦，老鼠药不能加到米缸里，然后觉得那个米缸很可惜，觉得那个米缸的米很可惜，所以还是煮来吃，然后大家都进急诊，然后就觉得那个不吃完又好像很浪费，然后就再喂给鸡吃，然后把那个鸡煮来给大家吃，然后大家又进急诊。到底是怎样？到底是想怎样？这个比较对，丢过阿嬷，丢过阿伯，对，那个蛮好笑的。这种也是有。对呀，要这样，你干脆去吃炸那个莫扎雷拉，你就直接吃那个炸整条起司的那个，不是更爽？就吃那个就好了。某方面来说不太科学嘛？你是说毒物应该会代谢掉，或者是那个我不知道，你说那个剂量的那个问题吗？我不知道啦，我是觉得蛮好笑啊，我没有做什么研究，对，但应该还是不可以吧？应该还是不可以这么做吧？就是你不可以觉得这个有毒的东西很浪费，就乱给人家，就再给其他生物吃，然后再把它煮来吃，感觉就不太好，最好不要这么做吧。对，好，讲到哪了啊？龙葵哦，丁香菜是龙葵吗？这个我没吃过哎，但是听这个名字好像感觉跟龙切碱好像很有关系嘛。啊，原来如此。未熟的果子有毒，不能吃；成熟的果子可以吃啊。原来如此。哦，好特别哦，这个我没吃过哎，我还真是见识短浅。哦，正常不会残留这么久，了解。不是你吃生果的胖，你生果的都卖戒啊。危险。有葵的都蛮可怕嘛，葵花籽是不是也不能吃？好了，我不知道。那这个就自动当选了，马铃薯千层胜出，因为那个叫什么？马铃薯气死球，你不符合参赛资格，淘汰。亏死，等下亏死，啥？熊想不起来。亏心啊，就扇子嘛，亏心。不是你吃扇子干嘛？向日葵菊科反而没有毒吗？对啊，我没听过吃瓜子会怎么样的，所以好吧，吃瓜子比较安全，请大家吃瓜子。讲丁香菜袂使食阿密斯的受气，你可是无建议食。那就是你要知道怎么吃吧，就是我知道，因为我之前有还在读书的时候，系上有原住民的朋友，然后他有带其他同学，我没去，但是他有带其他人去部落，然后是可以吃温体猪哦，就是温体猪就是很台，直接切下来，然后直接沾酱料就生吃，对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要懂吃，你要知道怎么正确的吃它才能吃啊，不然就是对，就是有一些东西留给懂吃的人吃就好，没错。啊，对啊，就是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正确的吃它的话，那就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吃，但是只能吃一次，对，有些东西只能吃一次这样。好，来，我们还是回到那个马铃薯，薯格格跟细脆薯条，薯格格通常会有那个吧，那个起司，然后就是起司粉，然后把它，就是它在烤过炸过之后就香香的，那个起司粉味道不错。细脆薯条我好像也没有很喜欢。好，那我们就薯格格。风情马铃薯是什么？它看起来很像是把马铃薯切的很怎么样？就是给它切很多缝，然后在里面塞了肉吗？是这样吗？这个我没吃过。葵宇有吃过吗？葵宇晚安，你有吃过风情马铃薯吗？我知道刘克灿，你说我刚刚讲那个嘛 ，potato wedge， 左边这个嘛，楔形薯条，这个好吃啊。这个在那个什么。那个什么萨莉亚有啊，当然也不止啦，只是大学的时候，那个我们那边有比较，我跟我的社团朋友偶尔会去吃，所以比较有印象。
就是这样的吗？楔形带皮就是英式最原始的薯条吗？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哦，风情马铃薯跟薯塔不一样，但是奎宇说就是夜市那种，所以我现在的想象听起来是像它可能是螺旋形吗？是这样子吗？我知道有些夜市或是老街。对，我说的老街就是淡水老街，会有那种螺旋形的马铃薯吗？是像这样子吗？我想他说的风琴是手风琴嘛，就是像那种可以拉的，就是对嘛，不要切断嘛。看起来重点应该是不要切断。原来如此。哇，有个架上的是马铃薯博士哦。风琴是保留马铃薯的最底部。上面要切到9层深，考验刀工，然后每一层都要加培根或火腿，听起来是蛮好吃的，好吧，这没办法，那个听起来太好吃了。旋风薯塔因为受热面积非常大，所以吃起来类似洋芋片，确实吃起来确实蛮像洋芋片的。刚讲就出现了，就右边这个嘛，就是右边这个嘛，可它看起来有点。不像刚刚说的螺旋形，它看起来很像一个一个独立的个体串起来，但对，已经很像了。真的，刘国家长描述的有点太生动了，害人家很饿，很想吃，你知道吗？我想一下，讲太多话，完蛋，才第一个呢，第一个2选1，我就只能到这里了吗？薯条跟马铃薯塔，我其实对洋芋片还好。我比较想要还是有一点那个绵密软软的感觉，我不想要完全脆掉的，所以这个对决我应该会选薯条。风情就是要吃表面类似洋芋片的脆，然后中间的薯肉跟培根火腿的油脂融入在内的滋味，确实听起来就很好吃，哪里没办法？你也投薯条，那你跟我一样。马铃薯炖肉不行啊！马铃薯炖肉，你的马铃薯会超过50%吗？那自动落败啊！这是肉类料理，这不是马铃薯料理，你不可以这样子。起司马铃薯饼哦，它看起来起司也好多，但是至少右边的这个整体颜色还是比较马铃薯吧？这看起来比较是马铃薯料理。不行，我真的觉得马铃薯炖肉不能算马铃薯料理，它主角就不是，它主角就应该不是马铃薯吧？它主角是那个汤汁吧？你以为主角是肉吗？没有，它的主角是那个汤汁吧？自动落败，那个是起司马铃薯饼啊。马铃薯塔确实很不方便，它塞进你嘴巴还蛮麻烦的，有点难以就是台语小教室那个中文都叫难吃，意思不一样，很难分，但是台语有分。拍架就是不好吃，味道不好。二架那名给它做二架，就是吃起来很困难，你知道吗？对，所以我想刘克上讲的就是马铃薯塔，就是指的做二架，你吃起来很麻烦的东西。马铃薯饺跟醋溜马铃薯丝，醋溜马铃薯丝我没有吃过，但看起来是生的吗？看起来好生哦，这我没有很喜欢那种醋跟一些。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我没有很喜欢用醋类去调味蔬菜的这种料理，没有到很喜欢。看起来好生哦，这一定是马铃薯饺。这个中国菜吗？确实看起来很像中国菜，我只是刚刚没有把握，所以我不确定。那既然你也说，我想应该是吧。我知道好像这是炒过的，我就觉得看起来就是土豆丝，那一定是马铃薯饺。对，不容易吃，就是二架，那个难看也是啦，就是比如说有个电影很难看，就可以说金拍款嘛，不好看。但如果它是很难懂，有个电影很难懂，但它不是不好看，你可以说金二款。对啊，马铃薯的脆感我就不喜欢了，就是我喜欢吃软的，薯饼跟洋芋片我也不是不喜欢洋芋片，
但是在我心目中，当我想吃马铃薯的时候，我不会觉得洋芋片是一个马铃薯料理，你知道吗？它在我心目中比较像是油类料理。你知道中国还有一个，之前好像还有一个路边小吃叫做什么炒石头，就是它就是给你石头，然后就是加了很多调味料啊，实际上就是吸吮那个石头在吃调味料。有一点那个感觉，我觉得洋芋片给我的感觉，你的重点就是在吃它的油，就是炸它的油，把它拿去炸的时候的那个吸进去的油，还有它上面撒的粉，所以我觉得洋芋片也不是马铃薯料理，在我心中，对，重点就是吃那个脆，还有吃那个味道，不是在吃马铃薯的，所以洋芋片也不是马铃薯料理。薯饼可以，薯饼是马铃薯料理，是自动当选。马铃薯饺怎么出现2次啦？哦，它是这样子玩的，因为它只有27个选项嘛。这个有截到吗？有27个选项，所以好吧，就是马铃薯沙拉我不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小时候我妈会做那个马铃薯泥给我吃，我很喜欢。可是马铃薯泥跟马铃薯沙拉不一样，因为马铃薯泥就是只有马铃薯泥。可能是马铃薯跟奶油跟牛奶，它不会再加其他有的没有的。可是马铃薯沙拉里面就会再加红萝卜啊，加那个蛋白啊，而且通常会加美乃滋啊。我就是不喜欢美乃滋，我超级讨厌美乃滋。对，今天好像有新朋友嘛，就是跟大家介绍，我恨美乃滋，我讨厌美乃滋。好，讲完了。对，所以我一定不会选马铃薯沙拉，我一定选马铃薯饺，好不好？确实是经典台菜啦，我就不喜欢美。好，马铃薯饺，耶！马铃薯千层跟cheese马铃薯饼，我们刚好像没有很认真讲马铃薯千层嘛，这个我其实不太熟没吃过。我现在发现我根本就不懂马铃薯，我今天是来虚心受教的。但是看起来没有做太多调味吧。它看起来是把马铃薯，它是有切很细吗？反正看起来就是一块马铃薯，看起来好像有，是这样子把外面的皮切掉，只保留中间的方块体啊。千层在哪？我以为它在上刨成非常薄的薄片。OK， 好，我就一样把它刨得很细，然后让它可以烤一烤，脆一脆嘛。看起来不错下奶油用煮的煮熟，好复杂的料理。原来马铃薯千层是这样子的东西我怎么感觉还没讲完？是不是后面还有其他步骤？然后再给他一点尊重煮熟之后叠回来，撒起司烤熟听起来蛮好吃的有奶油有起司，这些跟马铃薯应该都蛮搭的，听起来不错听起来不错。起司马铃薯饼听起来很起司，你知道吗？就是听起来很像是马铃薯，然后里面包非常多起司。那我觉得它有一点嫌疑它有一点是那个起司料理，其实不是马铃薯料理的嫌疑不如我们把它淘汰好了。那我们这一题我们选马铃薯千层。刘克家赏原来是高猪价，是不是？很会做菜呢。居然连这么麻烦的菜都做过，那真是有料。像我就是爱吃，但是我就不爱做，就不喜欢做菜，而且还要洗我觉得最麻烦的还是洗那些东西，我超恨，所以我都买外面的。可乐饼跟薯饼其实好像比较喜欢薯饼多一点因为可乐饼，我觉得我今天这个选的标准真的是有点好笑就是我觉得有那个肉稀释了它的马铃薯性，你知道吗？牺牲了它的那个 potato tea， 太棒了，创造一个新的词。它稀释了它的 potato tea， 它的马铃薯性，它的属性，它的属性被稀释了，它多了一点肉的那个成分，不如我们选薯饼。真的，如果不考虑热量的话，那个吃早餐的时候点个薯饼真的是很快乐早餐店的薯饼真的是救命。可乐饼是包肉馅的马铃薯，对，可乐饼的那个马铃薯也是很绵密的嘛，那也绵密也不错啦，但是
确实薯饼有一点那个颗粒感，吃起来是比较快乐啦，有一点有可以咀嚼的东西，好像比较快乐一点。完了，是不是小时候口腔期不满足，需要多一点那个咀嚼的那个可咀嚼的快感？薯花跟薯条，好啦，毕竟薯花是真的没吃过，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把它捧太高，我会有点觉得有点在凭想象在选的感觉，所以可能还是要选薯条。但是希望我有机会可以吃吃看薯花，因为听起来真的是蛮好吃的。马铃薯泥跟千层焗薯，对我刚刚有说过嘛，就是小时候家里会做马铃薯泥，然后就是把马铃薯蒸熟之后，再把它加那个什么加奶油，趁它热的时候加奶油跟牛奶，然后用那个叉子把它那个剁剁嘞、戳戳嘞，然后把它也没有戳戳嘞，就是反正就是把它压一压嘛，然后它就会变得很好吃。它不用再加太多调味，我就觉得很好吃了。这个是我到有时候有点穷不知道吃什么时候，我之前在咖啡店打工的时候，我就是晚餐会带那个去吃，它很方便，因为我们那时候打工那个地方不能，它没有微波炉，它也没有任何可以加热的东西，所以只能做冷菜。除非或是你就是买店里的东西吃啊，附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买。那时候就是可以做冷菜去吃啊，我那时候就是带马铃薯泥，然后被那个店经理看到，他就说你是多穷，你需要多排一点班吗？你只有这个可以吃，会不会太可怜？他说没有，我就真的喜欢吃这个，不要想那么多，谢谢，蛮好笑的。哎，好像扯得很远，但是马铃薯泥对我有一点那个。我有一点特殊的感情在啦，所以我应该会选马铃薯泥。哎，阿蜜还给，对呀、就好吃啊，是很穷没有错，但是不是因为很穷才吃这个。好，薯格格跟薯球，这个有点难，因为这两个我觉得性质有稍微类似嘛，有点像，然后就是外面那层脆脆的，还蛮就很香，就很香。哇，这个有点难选哦，有点难选。上面外后面我告狗干么样？真的吗？真的吗？可能我有故意加一点模糊特效吗？我是有故意加一点了，但是，我那个封面真的是，我觉得这一集的封面特别难做，我有点难抓到那个怎么呈现出2选1的感觉，我觉得有点难。对，我觉得这一次的封面我自己没有做到很满意，但是我真的是做不出更满意的了。嘿，哇，阿修都来吧，欢迎！没吃过薯格格哦，真的假的？薯格格哪里买得到啊？就确实比较少见啦，确实比较少见。但有一些盐酥鸡摊还是会有吧，是有稍微难找。不是盐酥鸡摊，盐酥鸡摊也有，但是有一些就是汉堡店，汉堡店也可能会有。格子口感比较好。我好像比较喜欢格子的，说真的，薯球是也不错，这两个真的有点太像了，但是我好像喜欢，而且薯格格比较少见一点，所以就会就你知道出现的时候就会特别想要吃它，应该蛮常有这种感觉的。那我就投薯格格吧。根本看不是德贝行，没关系，你今天这整个台更完你就知道是哪8项了，好不好？8强咯，再来烤马铃薯跟风情马铃薯，这个没办法，风情马铃薯，刚那个刘克架上描述的太生动了，有点好奇这个风情马铃薯怎么料理手法。等一下，我看一下还找不找得到。有，我先给它定选起来，让大家一起饿，好不好？来。你们现在看那个置顶讯息就知道是怎么料理的哦。风情马铃薯啊，前面还有一句啦，反正就是要把它保留马铃薯的最底部，但是上面都要把它切到8成深，所以很考验刀工。然后每一层的中间都要塞一个培根或是火腿去把它烤熟，那就是要吃那个表面会被烤到类似洋芋片的那个脆脆，然后中间的薯肉跟培根火腿的油脂融入在里面的滋味，就是这样子。这听起来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
烤马铃薯有的它好像也有，那好吧，这个只能给风情马铃薯了。什么？那是一斗会晓烘，烤马铃薯是因为懒得做吗？哦，所以原来如此，所以一斗上其实很常在料理马铃薯，是不是？就称你为马铃薯博士，当之无愧吧。好，薯格格跟薯条，你知道你如果把薯格格一条一条剥下来，它就是很多个薯条，所以薯条有的，薯格格也有。好，薯格格，光姐回掐，不然今天8个选不完，真的选不完。马铃薯泥跟薯饼，这个有点难。但不行，我应该是会选马铃薯泥，就是毕竟有一个这个感情在。抱歉了，伊藤桑，我会选马铃薯泥。而且我觉得薯饼吃的腻，我如果连续吃薯饼会腻，可是马铃薯泥我塞再多好像都塞得下。马铃薯泥对我来说是这个人的，就是对我来说是吃不腻的，所以我会选马铃薯泥。对呀，薯饼会腻啊，吸比较多油啊。薯饼就是吃一下是蛮快乐，但是你要连吃好几块没办法，对不对？好，很好，你们都被我说服了。好，那就没办法啦。马铃薯千层跟马铃薯饺，感觉马铃薯饺还是会稍微单调一点，因为它就是比较素嘛，虽然好像比较接近原型食物啦，但是马铃薯千层听起来蛮好吃的，毕竟也是稍微比较麻烦的一道菜嘛，我们还是给它一点尊重。这个就选马铃薯千层吧。怎么办？我已经预感到我最后其实应该会选马铃薯泥了。选这个还有一个情境吗？准备20颗马铃薯做成泥给我吃，完了，在无人岛吃30天，那一定是马铃薯泥啊，其他的都会腻耶，对不对？对啊，大对决，马铃薯千层跟风情马铃薯，可是马铃薯千层没有肉吧？风情马铃薯有肉我们站在这个营养均衡的角度，我们还是要吃一点蛋白质。感觉风情马铃薯好像比较吸引我哦。好，我们不要想太多。我好像比较想要风情马铃薯，两个听起来都超麻烦的，而且都是要把它切到很细嘛。但是那个肉，你们不觉得这个图片，放大看一下，你们不觉得这个肉看起来很好吃吗？你们不觉得这个肉看起来非常好吃吗？引诱人犯罪的肉，真的没办法真的假的？千层比较不麻烦。对啊，爱吃肉就是了，确实还是会想吃。如果今天这个问题是自己做的话，一定还是马铃薯泥。马铃薯泥很简单，好不好？真的很简单。好啦，风情马铃薯当选了。薯格格跟马铃薯泥啊，那基于那个刚刚讲过的理由，就是薯格格，因为它毕竟是油炸的嘛，它应该是油炸的，所以还是会比较腻，所以就没办法咯。根据刚刚讲过很多次的理由，我们会选马铃薯泥。对吧？这个会选你。好啦，史诗对决，这个真的是有点难风情马铃薯跟马铃薯泥好，我们归纳一下，刚刚那个就是各位选手的这个特别的优势我们归纳一下，风情马铃薯，对，比较均衡，但是它比较腻吧。如果这两个要连吃，这2样要连吃好几个的话，风情马铃薯那个肉看起来很多，肯定比较快先腻。如果是考虑这一点的话，应该是马铃薯泥会获胜。然后如果我们再考虑一下那个做起来有多麻烦的话没办法，那一定是马铃薯泥。然后风情马铃薯我根本就没吃过，所以如果让它获得第1名的话，其实好像有点不太公正。然后我又对马铃薯泥有一个这个儿时记忆的特别感情在。对，还有那个阿修罗赖把贡没错。如果是在无人岛的话，用马铃薯泥还可以配各种东西，你要配什么主菜好像都没有太大的问题。真的我那时候去打工的时候，我马铃薯泥之外，我有时候会配一个那叫什么？那个叫茶叶蛋，或者是配一个鸡胸肉，这样子都是可以当冷菜的。然后就
就不会只吃到淀粉，也是有吃一点蛋白质啊，真的是减肥餐，那就还可以啊。根据以上这一堆理由，马铃薯泥当选啦，谢谢马铃薯泥。耶，第一名马铃薯泥，第二名是风情马铃薯，第三名居然是薯格格吗？这个有点不公正吧？如果是薯格格跟薯饼单挑的话，好吧，有点难。对照其他人的排名会很有趣，真的哎，其他人的马铃薯泥才第10哎，怎么会？我这么特别吗？我还真是特别。为什么风情马铃薯会被排到这么后面啊？也太后面了吧？不可能吧？该不会大家给那个什么，我一开始就淘汰的那种，给到很前面吧？不行，我难以接受，我要看一下。大家的第一名是薯饼吗？大家的第一名居然是薯饼哦！好啦，好像可以理解啦，是真的可以理解。我觉得这个薯饼，我们刚刚有一点，我觉得刚刚那个薯饼有一点，他遇到的对手有点不太好。如果他遇到的对手是其他的话，我觉得他蛮有可能被我排到前面一点。也是，大家都吃过薯饼。确实，如果大家很少吃过风情，然后又不像我今天有那个马铃薯博士告诉我风情马铃薯多好吃的话，我大概也不会把它排到那么前面。这倒是，对，薯饼也是很多人的儿时记忆是没错，应该蛮多人都就至少应该很小的时候就有机会吃过薯饼了，那倒是。什么阿咪肝甲头壳痛，好，你保重身体呢？这我这对台优秀啊，身体爱顾，所以当然是先家己身体顾好，才讲嘿。所以，请赶紧去休困。反正今天这个台也不会讲什么危险的东西啦，所以，这个档是不会锁起来的，随时都可以补，不要紧张。保重身体，赶紧去休困。我有点好奇，马铃薯炖肉被排到哪？我怎么样才可以看？这个吗？可以直接看大家的前几名第一名薯饼，好，第二名是这个，好，但对啊，它这个没有出现夜市那一种因为刚刚那个马铃薯博士有补充，这个跟夜市的有点不一样嘛，所以，喂，召唤神的魔不可以耶，我会把你 ban 掉，你不行哦，你如果写的太正确，我会把你永 ban。洋芋片好前面哦。对，如果今天我没有觉得，因为我今天有其中一个标准，就是我觉得它不算马铃薯料理，所以如果排除这一点的话，我可能也会把它排到比较前面。马铃薯炖肉被排到第6名，不要开玩笑了，它是肉类料理，然后它的主角是汤汁，跟马铃薯的关系没有那么大。虽然，对。对，阿咪唔免欢乐，那个精神料直播要未结束，真的。马铃薯泥太万用了，可以很高级，也可以很单调，确实是有点作弊啦。没办法，马铃薯泥就是这样完美的料理啊，你想怎么样？被排到第10名也算蛮高的吧，好，哇，这个马铃薯2选1其实还蛮有趣的，比想象中有趣，因为出现一些我没看过的料理，所以还蛮好玩的。那再来，我们第二个是全世界的蛋饼只剩下一种口味，我把它称为蛋饼口味2选1。好，我们来看看。完了，28个选手选不完，我们稍微快一点好了。喂，果酱蛋饼是什么？我没吃过果酱蛋饼，因为我对那个咸甜这样混在一起的不是特别喜欢。我应该会淘汰它，它不是披萨因为披萨如果你是加甜的口味的话，它没有咸的要素啊，它就是淀粉加了甜的口味。那个披萨加甜是甜点没有问题，可是蛋饼它有蛋，我不行，这个人口味我比较不行。对，我基本上是咸甜分离派，除了猪肉汉堡可以加花生酱，然后牛肉汉堡也可以加花生酱，除了花生酱之外，我是不太行。
对，鸡蛋只要还有鸡蛋是圆形吗？还是蛋形啊？不是，对啊，鸡蛋当然你可以把它打散去做成其他甜点，但是不一样。对，只要它看得出是蛋，我就觉得它甜甜的，好像会怪怪的。我想法也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不行。总会蛋饼我 OK， 因为它就是什么肉都来一点嘛。对，肉松蛋饼，肉松蛋饼我可以，所以我觉得总会蛋饼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不行的。这把就是给总会蛋饼。哎，射出1号，安安，欢迎，安安，你好。哦，德肠蛋饼，德肠蛋饼蛮好吃的。然后有时候很久没有吃德式香肠，就有一点怀念那个脆脆，然后又偏咸的口感。这个时候如果可以来一点德肠蛋饼的话，那还真的是得偿所愿呢。噔噔吃，好，我也蛮喜欢德国香肠的，但是我把它加到蛋饼里，稍微好像还好。我比较喜欢单独吃，或是我家附近早餐店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它是德式香肠包在抓饼里面，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对啊，蛋饼的话我好像还好。对，得偿所愿，谢谢大家。这蛮好笑的吧？我觉得真的不错。你正想讲等什么讲得偿所愿，跟惊心令，不要紧张，我才是最冷的那个，好不好？你看我这背景多热，冷一下要的吧？德肠抓饼还没吃过齁，因为好像比较少见吧。我觉得至少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蛮特别的，我是觉得不错。我们都一丘之貉，只是念落嘛，应该是吧？一丘之貉，家不是生活就已经很苦了，来一点冷笑话不过分吧？好啦。培根蛋饼加起司，这个没办法，那个我还是会选培根蛋饼加起司，真的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不是落一丘之貉哦，好，没关系，我中文不好，我对中文没有特别的感情，我们就随便。哦，好，培根蛋饼加起司，完了啦，我们要改一下进度了。菇菜我不行韭菜蛋饼哦，韭菜盒可以，韭菜水饺可以，但是韭菜蛋饼我没有很喜欢我吃蛋饼的时候不会想要那个韭菜味，我不行。原味蛋饼好像就可以哦。对啊，原味就是只有蛋啊，不然你要没有蛋哦，没有蛋就只是饼好吗？原味蛋饼没有蛋的话就是饼，原味饼原味蛋饼就是有蛋，没有加其他的。你知道原味蛋饼赢在哪里？赢在那个你知道就是如果你吃韭菜蛋饼，然后你觉得这个韭菜味道好讨厌哦，你可以怎么升级它吗？没错，把韭菜拿掉，它就会变成更好吃的韭菜蛋饼 ，which is 原味蛋饼。好，我们就选原味蛋饼。完了，马上得罪人，那很爱韭菜的人，等下直接退订会不会？不要啦，卡拉蛋饼等一下。蚵仔蛋饼不就是蚵仔煎吗？蚵仔蛋饼不就是蚵仔煎吗？你看还挤这个酱，那个酱的颜色看起来就是蚵仔煎的酱啊。那个蚵仔蛋饼跟蚵仔煎差在哪？差在要把它卷起来而已吧，这根本就不是蛋饼。蚵仔煎没有饼皮哦。对耶，那个是太白粉那个没有饼皮耶，真的可是我觉得好怪哦。不就蚵仔煎？然后没有菜这样子，少了那个青菜这样子，蚵仔煎不行我觉得它虽然我没吃过但是我觉得想象起来它太像蚵仔煎了，因为它好像看起来太像蚵仔煎，我会觉得它不是蛋饼，所以我就会想淘汰它，你知道吗？然后那个卡拉蛋饼好像蛮爽的。肥肥的炸鸡，我好像有点没有抵抗力，我应该会选卡拉蛋饼。虽然它这个字应该是卡拉嘛，随便啦，卡拉蛋饼。跳痛了吗？我觉得有点跳痛。粉浆蛋饼粉浆蛋饼是蛮好吃的，但是，我当然有时候是有点看心情。我最近的心情是比较想吃脆脆的，比较不想吃太绵密的，所以。我最近对粉浆蛋饼好像还好。菜脯蛋饼菜脯蛋饼不就是原味蛋饼，但是蛋变成菜脯能吗？有点难想象
我觉得我好像还是会比较喜欢薯饼的呢。薯饼蛋饼这是真的超爽的，没有错啦，真的很爽，我真的自己也蛮喜欢。然后它如果里面加酱油也蛮好吃的耶，薯饼加酱油其实还蛮搭的，你应该会选薯饼蛋饼。社畜1号跟我一样啊，跟最近的我一样，比较喜欢饼皮蛋饼啊。薯饼蛋饼加起司不错哦。它这个鲔鱼蛋饼的鲔鱼好多哦。对，有一些会加玉米嘛，然后加起司也不错，然后洋葱一定要的，洋葱一定要，鲔鱼蛋饼一定要有洋葱，然后还有粉浆蛋饼，这个好难选哦，我觉得这个好难选，粉浆蛋饼跟鲔鱼蛋饼哦，因为我对鲔鱼其实，我对鲔鱼最近还好，也是有点看一阵子，但是鲔鱼它比较有一个强烈的气味啦，我最近没有那么喜欢。啊，鲔鱼罐头太干吗？鲔鱼罐头里面有些有汤汁，那个汤汁可以直接拿起来喝。哦，真的假的？社畜1号吃过很难吃的粉浆蛋饼哦。粉浆什么都能夹是没错，它被独立出来，它应该也是可以包口味的才对。但是粉浆蛋饼加酱油是真的很好吃，它那个酱油挤得好漂亮，好像真的很好吃哎。啊，那我们这一场稍微特别一点，我好像比较想选粉浆，我们先选粉浆好了。肉松是配白粥，鲔鱼会拿来拌奶油乳酪当抹酱啊，好像是不错哎。鲔鱼，但我是属于那种可以把鲔鱼直接拿起来啃的。啊，鲔鱼的肉本身不吸汁是没错啦，好吧。薯泥蛋饼还有火腿蛋饼，这个有点难，我想一下。可是，因为至少我吃过的薯泥蛋饼，它里面的那个叫什么？它里面美乃滋跟那个一些甜东西加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它薯泥，因为我比较喜欢吃原味的薯泥，我不喜欢里面加太多有的没有的，然后我又不喜欢美乃滋，所以我吃到的薯泥蛋饼我没有到很喜欢，我会选火腿蛋饼。哦，好酷哦！大学有个摊位的蛋饼是卡拉鸡腿加薯饼加起司蛋饼，好爽哦！听起来是真的无敌耶，无敌蛋饼，5年前80块，便宜。可以的话，如果等一下有这个选项的话，我应该会给他一点尊重。刚刚有出现过炒泡面蛋饼吧？没有，没有，说不定等一下会有。那是火腿啦，火腿蛋饼加起司也很好吃哦。皮蛋蛋饼没吃过哎。听起来其实好像还可以。这把是怎样？那两个看起来都是会有人不喜欢的食物。香菜蛋饼、皮蛋蛋饼。我的想法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皮蛋蛋饼它里面有皮蛋，它会有一点那种比较软的、湿的东西，会稍微，我觉得口感会比较均衡，因为蛋饼它本身会比较干、比较脆嘛。那香菜的话，它看起来香菜加蛮多的，所以我想象它吃起来的感觉好像就是有蛋跟很多的草，很多味道比较强烈的草，所以我会选皮蛋，我会选皮蛋蛋饼。抱歉了，一多桑，但我是会吃香菜的。爱情们还会较介意对几种皮，我比较喜欢脆的，我现在比较喜欢这种就是面皮蛋饼。粉浆我最近好像还好，芋泥配肉松我是会吃啦，芋泥配起司我觉得有点怪，因为我其实也是不太喜欢吃，我是不太喜欢芋泥出现在咸的里面的。芋泥如果是甜的，我非常可以，甜食里面出现芋泥完全可以，我芋头冰淇淋我也可以，但是咸食里面出现芋泥我不太行，佛跳墙里面的芋头我也不太行，对，所以这个没办法，自动落败。芋泥配咸食还在练习中，干嘛练习？为什么要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呢？油条蛋饼很爽是真的，好了，这个没办法，这把就是油条蛋饼了。哦，真的吗？是你在抠抖音啊？你在虐待社畜？油条好油不是废话吗？油条不油的话就只是条
泡菜蛋饼，因为我不吃辣，所以我没有很爱泡菜，这个没办法哦，这个没办法哦。真的假的？泡菜蛋饼加起司哦，听起来其实可以啦，就很韩式嘛，听起来还算合理。但是我不爱吃泡菜，所以真的没办法，抱歉了。虽然泡菜跟芋泥比起来，我是会选泡菜啦，但是我不太吃辣，所以对吧？那个泡菜是 kimchi 啊，对啊，你看这个颜色，这个颜色是 kimchi 吧？所以不行，不是那种泡菜啊。另一种的有哦，另一种泡菜有哦，这我不知道。对啊，泡菜皮那看起来会泡到软掉，没有错哦。肉松蛋饼我可以啊，我觉得肉松蛋饼 OK， 加起司好像蛮爽的，所以我会选肉松蛋饼。啊，不是射出1号，你问了皮会不会软掉啊？结果你还是会选泡菜，是怎样？对啊，我觉得配台式泡菜有点怪吧，应该不会这样搭。热狗蛋饼跟猪排蛋饼哦，这个有点难选。但猪排有2种一种是那个里脊肉，一种是那个绞肉的。虽然里脊肉比较像原型食物啦，但是绞肉的我觉得比较好吃。它这个图看起来比较像里脊肉那种的吧？对，这个猪排是里脊肉打包，看起来是啊，看起来是。但是这种东西，这个在早餐店，这个在打包就不原形了，是不是？所以它可能是重组肉吗？也好像也是啦。我觉得，不是重组的问题，是处理过的腌制猪排会很甜，好像有道理。我没有很喜欢我没有很喜欢早餐店的那种里脊，就早餐店它都会把它叫做猪排吧。早餐店点到的猪排，应该你会预期它出来是里脊肉，然后猪肉你会预期它是那个猪脚肉，至少我的经验是这样。反正我对里脊肉是没有特别喜欢，我会选热狗，我会选热狗蛋饼。你们有吃过热狗蛋吗？好像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就是有一些地方，我知道台湾不是每个地方都有热狗蛋，但它就是热狗，然后那个打一个蛋下去，然后那个蛋会把那个热狗镶嵌在里面，你知道吗？那个好像很不错。热狗淋蛋吗？对啊，差不多啊，就是把蛋淋上去啊，然后就会变固液的几袋，它整个就是一块。我蛮喜欢的，我觉得我本来没吃过，后来我第一次吃我就爱上，所以我觉得热狗蛋饼，因为它有一点热狗蛋，所以我可以。对，煎热狗淋蛋液啦，没错。熏鸡蛋饼跟三色豆蛋饼，而且这张看起来是 AI 图是吗？你不觉得这张图看起来很 AI 吗？啊，不是，为什么会是 AI 图？就是没有人会想做三色豆蛋饼出来，好吗？没有人会想要做这种东西出来，那你这个选项还出现在这里是怎样？不用选不用选谁会吃三色豆蛋饼？哦，你是三色豆怪人吗？哇，那这个有些东西，有些事情只想说给懂的人听，所以有些食物就留给懂吃的人吃啊。给懂吃的人吃就好啊，我不懂我不要吃，好不好 ？OK， 只有社畜是三色豆怪人，没关系，全世界的三色豆都可以留给你，谢谢，都属于你的，好不好？对，懂吃大吃，没错。原来我们社畜是懂吃三色豆的，干嘛不用立火刑架啊？这样以后大家不想吃的三色豆全部可以丢给他，超方便的，好不好？好，来玉米蛋饼跟蔬菜蛋饼，蔬菜蛋饼看起来好蔬菜啊，很像在吃生菜沙拉的感觉，我没有特别喜欢看起来菜的比例有点高。虽然我会吃那个啦，有一种是那种卷饼嘛，有一些早餐店好像有在卖卷饼，然后里面也是蔬菜会稍微多一点，然后再包个肉。蔬菜蛋饼容易让皮软掉是这样子吗？是因为水分吗？水分会入侵到饼皮这样子？我没有特别喜欢但是我其实也没有很喜欢吃玉米，很怪吧？我知道应该蛮多人喜欢吃那个玉米罐头的玉米的，但我其实还好，因为我觉得它好甜，我没有那么喜欢。烤玉米我 OK， 但是玉米罐头的玉米我没有很喜欢，所以其实这把对我来说也有一点难选。可是因为它这边有那个可以加起司，我觉得玉米蛋饼加起司的话，在我心中好像还不错还不错。那我会选这个。什么东西啊？三色豆有玉米先加60分，你真的太爱三色豆了吧？喂！哇，起司蛋饼起司蛋饼跟9层塔蛋饼，9层塔蛋饼是不错啦，可是起司蛋饼
这真的不用选吧？起司蛋饼就是你听我说，我知道9层塔蛋饼有9层塔，但是起司蛋饼起司蛋饼里面加酱油也超好吃的，绝对是起司蛋饼。我们进到14强嘞。好，原味跟总汇，这个落差也太大了吧？这一个什么都有，一个什么都没有，这是怎样？其实我觉得原味蛋饼不是很想要踩一捧一啦，但是我觉得原味蛋饼单吃有时候有点无聊。不喜欢的自己挑掉，真的耶。我没有不喜欢啊，总汇蛋饼的我都 OK 啊。原味可以加蛋吗？什么意思？你说它原本就有一颗蛋，那你另外加蛋让它变更多蛋，是不是？那我怎么不直接吃煎蛋？原味蛋饼哦，我应该会选总汇啦。总汇到底有什么？确实每一家店不太一定，可是通常就是把各种肉都加一加嘛。可能会有那个猪排，不是猪排，猪肉绞肉那个猪肉嘛，然后也许会有个火腿跟肉松吗？就是菜单上的肉比较便宜的那几样嘛，全部塞一个进去嘛。总会有香菜跟芋泥，那就不行啊，不可能吧？这个图看起来没有。这种香菜跟芋泥这种比较有争议性的食物，不可以吧？不可以放在总汇蛋饼里面吧？那个放进去，我觉得太过分了，应该还是选总汇。对啊，起码感觉比较饱，真的。另一件人是薯饼起司培根，听起来很不错，这个总会无敌的吧？这个无敌的，我还是觉得总会好一点。火腿蛋饼跟皮蛋蛋饼皮蛋蛋饼因为没吃过，然后它既然没有到处卖的话，它可能就是比较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但是火腿蛋饼加起司就很棒啊，那应该会选火腿蛋饼。对吧？这算基本教义派，就是正常口味啊。社畜1号的逻辑也是，我觉得也蛮有道理的啦。皮蛋比较少见，会优先选它。确实，如果是我不知道要选哪一个，然后菜单上有皮蛋跟火腿，我好像会选皮蛋吃吃看。但是如果是说每天的日常的话，就是比较就是常态在吃的话，应该我还是会选火腿，比较安全牌一点。对。起司蛋饼跟熏鸡蛋饼我对熏鸡还好但我觉得熏鸡常常也都蛮咸的。我觉得外面卖的熏鸡都就是蛮常会吃到偏咸的熏鸡，就感觉比较像在吃咸，比较不像在吃它的鸡肉。所以，对，讲那么多，可是起司蛋饼那就是起司蛋饼啊。我发现我选这些东西根本都是带着成见在选的，我已经预知我最后应该还是会选起司了，后面可以快速过一过了。来，卡拉蛋饼跟玉米蛋饼，没话讲，就是我对玉米就真的还好，可是卡拉鸡还蛮爽的。然后它这个是加酱油吗？它这个酱，我觉得卡拉鸡可以加的酱，就酱油当然 OK， 然后加起司也不错那就卡拉蛋饼吧。培根蛋饼加起司，或者是肉松蛋饼。好啦，这个还是会选培根吧，因为其实我觉得培根跟火腿就是一个早餐的时候配蛋很搭的东西。肉松有人说很干有人说很干，确实，如果它肉松一大坨是蛮干的，然后又会掉屑屑。那个如果屑掉在盘子上，你要把它啃起来吃的时候，其实蛮麻烦的。然后我对肉松的爱也是普通而已，所以我应该会选培根。培根就是高级版火腿吗？确实。热狗蛋饼跟油条蛋饼，我觉得油条蛋饼的淀粉有点太多了，会腻啦，会有点腻。很饿的时候吃一下，其实好像还不错。但是说真的，如果是油条蛋饼跟单吃油条的话，我其实会比较想要单吃油条。虽然热狗蛋饼跟热狗蛋，我好像还是选热狗蛋，但是完了，但对，我觉得热狗好像稍微健康一点，也是，都含淀粉了，可是热狗的淀粉还是没有那么多啊。油条就是不盐油条是直接不盐了，它整根就是淀粉做的，还有油而已。热狗蛋饼。好，来粉浆蛋饼跟薯饼蛋饼那没办法啦，薯饼太爽了，薯饼真的是太爽了。只能薯饼蛋饼了，抱歉了粉浆。这个大家可能跟我刚刚那题，大家应该跟我不会差太多吧？总会蛋饼跟火腿蛋饼
好吧，虽然我刚刚把总会讲的多好，但是火腿比较不会。你知道总会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同时吃了好多种肉，然后有点混在一起，有点浪费耶。我把那么多料混在一起吃，但是它们全部混在一起会有一点暴殄天物的感觉。总会如果包含了火腿的话呢，那个火腿的味道很有可能被别种肉盖掉。我觉得啦，我的经验是这样子，所以我好像会比较喜欢直接吃火腿蛋饼就好。伊豆山还是总会吗？如果它的总会是火腿起司玉米，那就是可以啊，那就可以。但是它的图看起来是有肉松的，我点总会，我预期会来是什么肉都来一点，所以培根蛋饼跟起司蛋，那你知道吗？培根蛋饼常见配料起司，他就是觉得自己不行嘛，才要绕一个起司来帮忙嘛。你如果培根蛋饼还要加起司，那你干嘛不直接吃起司蛋饼啊？起司蛋饼，来热狗蛋饼跟卡拉蛋饼，这个有点难。但是因为热狗有时候有加比较多淀粉的话，我觉得没那么好吃。当然是个人喜好问题，就是我知道有些人喜欢吃里面有很多淀粉的热狗啦，但是卡拉虽然外面包了一层淀粉，可是它的肉是肉啊，而且它很香卡拉蛋饼，很肥，但是没办法。薯饼蛋饼跟起司蛋饼，这个神仙打架。那你知道吗？薯饼蛋饼常见配料起司，那我还是直接吃起司好了，对不起。好，卡拉蛋饼跟火腿蛋饼因为不是说早餐店都有炸鸡，那确实，但是火腿一定都有。卡拉蛋饼跟火腿蛋饼很难选呢，我觉得很难选呢，因为我其实蛮喜欢火腿蛋饼，我小时候最常点的是火腿蛋饼。不行，我会选火腿蛋饼。我觉得卡拉也是比较容易腻一点，但是火腿至少对我来说没有那么容易腻，我会选火腿蛋饼。好，最后决赛了，起司蛋饼跟火腿蛋饼，可是起司好，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人的预测是什么？有人的预测，社畜1号预测最后是薯饼跟起司。我觉得你预测的没错，但是因为那个薯饼生不逢时，他遇到了谁啊？我忘记他刚刚遇到了谁。刚薯饼是遇到谁被打下去啊？他提早遇到。对了，刚刚薯饼就直接遇到起司蛋饼啦，那就被打下去啦，没办法。刚刚那个决赛前叫什么？忘记叫什么了。中文真的不好。没办法，不然我也觉得再来说，我的 Top 2第2名应该要是薯饼蛋饼的。强联手吗？好吧，也是有道理。但是我其实真的蛮喜欢起司蛋饼，我觉得那个起司加酱油，它真的会有一个特殊的滋味，非常喜欢。你的薯饼要 Costco 的吧？好，那没办法。哇，大家的第1名是薯饼蛋饼再加上那个社畜1号的补充，如果他是 Costco 买来刚炸好了，那真的没办法。对啊，起司蛋饼加酱油膏，没办法吧？你看，就算这样，大家还是给他第2名，很合理啦。我觉得最后那个 Top 2应该真的是这2个，这当之无愧。然后，对啦，鲔鱼蛋饼大家确实也是，大家应该普遍蛮喜欢的吧？那你知道吗？卡拉蛋饼它后面它后面的红茶看起来好好喝。好，这不是重点。对啊，薯饼起司蛋饼打遍天下，没有错啊。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开一间早餐店，你就卖3种：薯饼蛋饼、起司蛋饼跟薯饼起司蛋饼，可以活我觉得这样开就可以了。这个就饿不死了。好，太棒了！我们现在7点14分才玩完2个，输定了。
马铃薯2选1跟蛋饼口味2选1，到底是哪一个比较有趣呢？我给马铃薯2选1好了，因为里面出现很多我没看过的马铃薯料理，让我学到了很多新知识。那我好像喜欢马铃薯2选1多一点，那我们选马铃薯2选1。再来，这个是台湾迷音2选1跟台湾俗语2选1。这看不完啦，128个台湾迷音死定了，我们要赶进度了，来。台湾迷音2选1在哪里？不是这个，等我一下啊。找到了，对吧？太多了吧？这个我们要快一点哦。反正迷音嘛，我们就赶快看过去，然后赶快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笑，笑比较大声就选它了，好不好？4分半，应该有截到声音吧？会很大声吗？接下来，我们请登记第6号候选人尤良福先生发表政见。尤良福先生啊，他要给时间标被我用掉了，那我们重来好不好？我们重来，不会很大声哈。好，那我调的不错。我是罗大佑，看着我。这是什么意思？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主办单位一定要我讲这些。不行。这个不错，他本人讲真的是太好笑了。好，他这个动作其实是蛮好笑的，但是跟你们讲的一样，后面那个气氛让我其实有一点不舒服。可是罗大佑那个真的太好笑了，他还自己玩这个梗，这个我肯定是选这个，我肯定是选那个。再听一次。我是罗大佑，看着我。没办法，一定是这个，一定是这个。好，再来。鸡肉饭。这个。看内底有鸡肉饭，大讲鸡肉饭，你也看内底真叫鸡肉饭啊！今天你也看，不水鸡肉饭。这个也很好笑这个大家有看过吗？转身后，马路上突然是逃之夭夭，而警方呢循线调阅监视器，这个监视器下午顺利的也将人顺利的带回到。他有上字幕。而这个呢，这个肇事的车辆右边没看过，我们现在看一下。发现呢，这个驾驶呢突然呢发现呢为什么当时呢会逃之夭夭？驾驶突然发现呢，这个肇事驾驶呢突然说是为什么会逃之夭夭？驾驶说呢，当时呢逃之夭夭，他却是说呢，当时他逃之夭夭却是说呢，他完全呢在壮士夭夭以后，他完全呢是因为呢他完全是不知情。我觉得壮士夭夭真的太好笑了，壮士夭夭真的是，我那时候听到壮士夭夭，我真的会笑到疯掉。直接转身后马路。但是我觉得喷水给爸本更荒唐我们就想喷水给爸本。哦。你要不要吃哈密瓜？很勇敢哦，吃到哈密瓜。健康一点。什么？要不要吃哈密瓜？我们考虑标准没有什么。要不要吃哈密瓜？世界通用吗？当然是没有啊。它这个叫做那个台湾迷音嘛，所以我们应该还是台湾人能 get 到就行了。大家要看完吗？这大家应该看过吧？他就是看到超生气。好，反正就是这样，这个大家应该看过吧？这是吴宗宪吧？这是吴宗宪吧？竟然会想不中你这个烂炮兵！这个在网络上好像蛮常讲这个流行梗的，但是比较少看到这个影片本身啊。那个哈密瓜不是还被写成一首歌，叫做“你要不要吃哈密瓜”？我觉得哈密瓜在我心中稍微多一点。对啊，烂炮兵太常见了，我觉得好像没有很好笑。我
觉得还好，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喜欢，就大家喜欢用这个文字的梗，但我觉得影片本身在我心中还好。糖尿病不能吃太多糖。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我是睡着啦。那你怎么没感觉？一旦末梢血液循环不，这小朋友演得很好哎，他那个小朋友那个落泪的演得很好哎。阿妈，这个没办法，这一定是选这个。我比较喜欢这个。在乎不久后哦，好久没看到这个。台风影响到你们行程吗？不会啊，不会，我们热情很大。台风就是要伴奏，还不然要干嘛？这蛮好笑的。我记得他是故意在酸，他就是故意在觉得那个记者问这什么问题，我就是故意要讲一个很扯的啊，结果还是被剪进去了。我记得好像是这样子吧。啊，这个我好像不知道哎。这我也没看过。素兰叫槟榔，这是槟榔的名字啊！白痴，看路啦！哪里有那个啊？我没看到啊。哪里呀？前面有棵树高像是7-Eleven。前面有棵树高像是7-Eleven。哪里呀？啊，左边吗？左边真的左边，大家有没有看到？左边那个深紫色吗？深咖啡色那个招牌，真的。哎呦，左边过去了。他太认真看招牌了啦。啊，这个没办法，我觉得还好，因为这个我没看到过，然后我没有感觉到它的传播力。我们这一题选泛舟哥。啊，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会觉得它被咬哎，看你看，这个很好笑，这个很好笑，这个也很好笑。哦，我比较喜欢右边，它有个年代感，你知道吗？它有一个超古朴年代感，让我觉得它在我心中特别可爱啊！这个是真的蛮好笑的，这个是真的很好笑，他有办法真的放狗咬人。我比较喜欢右 battle， 这个太烦了。对，他就是要断在摔倒那边才好笑。家好像都发疯了。莫里尔，闭嘴，我们走了。啊！偷小宝宝的东西，对，怎么样啊？无名小镇就需要这种领袖。我提名你竞选镇长。无知无礼的镇民，这位是我们的镇长候选人，无名小镇最坏的混蛋。闭嘴，一群低能儿！刚那张截下来可以当梗图，是真的很好用，图战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是什么？哦，这个，这只是听起来很像吧？我觉得还好，我们这个奥提斯小赢一点，好，永之奥提斯。好，我们要快一点，高飞。不行，我觉得这个高飞看了很烦。风高飞。你刚刚记录吗？哦，这个有点老哎，有人看过吗？他是真的很生气。说一下你现在是怎么回事？没中了，被我推不是的。不要，拜托不要！我几点了？不要！不要！怎么那么糊？是不是？来扣吧。没中了。你练神鸟凤凰啊？对吧？不是啊，你练神鸟阿呆啊。外面都没啊。鸡巴刚出水箭龟，你好强哦，62等哎。那么物件啊，干那么物件啊。这算小5等20，最高25等我已经看过了。哦。哦，对，水箭龟啊，只有水箭龟是60，其他的25。你给我干嘛？我爱你多，我不知道，我不要吵。太长了，我觉得这个蛮欢乐的啊，就这个。哦。Sure, I will take you. 可以啊。
很贴心哦，他还帮他踢那个踏板 ，Go back Go back， 对，他帮他踢踏板。哦啊，其实看起来超痛的。哭啊！你妈死了！哭啊！我觉得这个也是当梗图好用，但是本身好笑程度我比较喜欢这个。哦。其实蛮好笑的。看飞碟，看飞碟，又一个不看路的，看飞碟。不行，我觉得不看路然后自己撞上去真的是有够北七的。这两个都很好笑哎。我觉得这个比较白痴，飞碟。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比方说这个镜头，哎，要确定哎。放大，反过来，再贴上文字。好烦啊！看起来真像其他照对，片。确实很符合当下时事。把这张复制过来，但我觉得好笑程度还好哎。接着去背。那我觉得没有戳中我的点，我觉得还好。对，过气，他这个时事的就是有一个会过气的问题，我觉得还好。那看起来是国中生吧？哎，喂。高中吧，反正听起来很小哎。国中、高中都一样啊。我觉得这个好笑一点，这两个类型蛮像的吧？我觉得这两个类型蛮像的，就是把它剪辑成有一点叙事性的一个梗，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笑。虽然我没有玩，但我觉得蛮好笑。熊子，破音，使出飞叶快动！搞定了没有？搞定了！我没上车啊！我没上车啊！这个也很好用啦，这个确实梗图或是就是网络流行语是蛮好用的。熊子，不行，破音太好笑了，我们给破音一票。哦，这个很经典哎。哦，各位观众，刚刚真的很感动了，中华队是真的杀进到了 WBC 的前8强。然后他就是真的。我们进来落后的努力加油哦！看到那个。好想赢韩国队啊！加油，还有机会，我们还有机会。这个算经典了。啊，这个左边这个齁。不行，这个太欢乐了。哦，边跳舞边打架，不是尴尬才是精髓啊！不要再打了，住手！你们不要再那个最经典的那个。今天，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打了。是真的蛮尴尬的，可是尴尬才是他那个好笑的精髓啊！我觉得左边比较好笑哎，我觉得左边比较好笑。小时候怎么看这个，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审美跟现在不一样啊。小时候你也没那么多选择啊，肯定是这个，肯定是这个。哦，这个那个当那个梗图，其实真的是很好用。这个好像也有一点久嘞。兄弟啊，咱正经应该无熟悉啦，应该是无完无休啦吼。啊，恁爸打伫遐好。我觉得他的跪靠其实蛮好笑。我甲恁爸懵两个，恁爸也已经无讲话啊。你即摆展云这样就被封杀了，为什么？害恁爸即摆大大汉尔，即摆随便去淘汰，规工诶。我觉得龟刚也蛮好笑的，他那个跪靠真的是
他那个 quick call 就很纯啊。哦，是因为未来高层哦，是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哦，这个也是很经典。对对对，龟刚才真的是台语片破同温层的经典，没错。有一些迷因类的还是会破同温层啦，巴嘎诺诺也会啊，那种就是大家还是会觉得很好笑。这个。本来算了就是每一个麦克风一定是不是大拇指就是一定是大拇指了，没有大拇指的话哪里有大拇指？这个太可爱了，这个他真的是很认真在跟你讲大拇指。我也会选左边，确实是很吃用法，但是单看影片本身，我觉得它本身蛮好笑。完美复刻，啊，这个白龙也超强。没错，神奇宝贝的青眼白龙，先进，甚至韩式泡面完美复刻。神奇宝贝的青眼白龙也超强死，不是手绘底。谁写的稿啦？谁写的？那个文稿是谁写的？干嘛这样？哎，你们太冷漠了。虽然行政中立，可以不讲话。站在这边，我最喜欢的神奇宝贝青眼白龙。主耶稣，我爱你。啊，这个我好像有印象。我很诚实的说，它是有字幕的是吗？我太太不漂亮，但是我娶了她，我就要照顾她。所以我的证件有一个是，我立志做好爸爸。我从政之后，因为会有很多诱惑，因为路上到处都有很漂亮的美眉，我都想跟她爱。哦天哪，这个是怎样？这没关系啦，因为诚实嘛。哎，我继续祷告，主耶稣。我觉得不行，我觉得太问号了。我觉得荒谬，我觉得这种荒谬或是无厘头的东西，对我来说有点看电波啊。左边电波有对到，我觉得左边的无伤大雅又真的很好笑，我比较喜欢左边。对，右边那个手语老师真的蛮辛苦的。好，我会比较喜欢左边。哎，这是我们的大伟日 V 吗？等一下，我回想一下你的名字怎么念。对我生气啊！先给个小一而那小一要做什么？除了睡觉、不能给扳手，为什么？上学、上课。那国小要背什么东西？好吧，小一而已，你要我背。我们晚点再处理扳手问题。等一下，你刚刚对我生气啊！白的日语是什么？小一完了。那小一要做什么？等一下啊。我可以叫你白宇，有道理，你也会中文。你好，大伟 VTuber 白宇。对，小一那个超好笑，小一这个是真的很好笑。小一而已，你要我背什么？他说的对。你干嘛对我生气啊？小一而已。那小一要做什么？很生气，小一而已。睡觉、背课文。上学、上课。那国小要背什么东西？他剪掉了一些，反正我觉得他讲的是真的，那个真的被他喝出台皮的感觉，真的，他那个抿一口，然后哦，那个真的有，那个太棒了。这个也蛮好笑的啦。他我还是觉得小一而已比较可爱，小朋友有加分，小朋友那个真的有加，对，普罗民众那个真的是会特别好笑，就是我真的很喜欢看那个被访问的人回应蠢问题，是真的很好笑。都是那些机器人的错。这个我没看过哎。为什么我的周围的人都是饭桶呢？或许你会制造的就只有饭桶才会你。这个感觉当梗图吵架好像还不错哎。皮诺可，这个直接电死。好像皮诺可比较有对到的频率，我会选这个。啊，这个。好了，知道了。这真的是虐待弟弟。看上面规则。不可以卑鄙。过来。右边真的是太赞了，尤其是那个有玩只要是曾经玩过那个什么，那个叫做我最喜欢的神奇宝贝卡，不是啦，
只要有玩过那个游戏王的，应该看的都有一点感觉，真是蛮好笑的。没有吧？互相虐待吧，是相爱相杀。对，最好笑的就是磨货物车辆，几盖再能驾照，那个真的太好笑了。还有什么举行卡欧斯仪式，这个真的很好笑。不是问题，他也不是大人认真啊，他那个大人根本就是在乱玩。但我觉得这个影片最好笑的就是就是小朋友就会口胡嘛，我们讲口胡，就是小朋友就会讲一些卡片上没写的规则啊，那个大人就是也跟他一样在口胡，只是大人那个气势有赢，然后那个弟弟就被他直接弄到哭，真的是蛮好笑的。最好笑就是两个都在乱玩，那才是我觉得这个影片最好笑的点就是这个。啊，那个不要生气哦，我觉得还好确实那时候很流行，但是真的是会看到生气。我觉得我比较喜欢右边，因为这真的是太荒谬了。好，这个午餐吃超大便当，晚餐吃超大便当，宵夜吃超大便当。这个也是被玩坏的梗。虽然不到40岁，要不要关心一下胆固醇啊？贵格超大便当有助于降低胆固醇，且不易形成体脂肪。贵格超大便当。早餐吃不行，我觉得好像比较，来看一下这个，看一下这个。至少不是干凉凉的就好，家嫂都爱吃扫精，一定要配温开水啊。对，15分钟咳嗽 out。等一下，我记得这两个有被剪在一起啊，有一个就是什么宫少坚嘛，一定爱配超大便当，我记得有这个。好，我们选超大便当。你结束啦！对，你莫甲我卡掉。这我不知道叫了，凑一个去看卖啊！臭死嘛你！我好像知道，哦 ，iPad 流行的年代梗。我觉得这个还好。他刚刚那个音效是被拿去剪成那个吗？还有他那个摔倒的声音。我没头在。他这个声音是被剪成那个打工辛酸画面流出吗？是吗？好像是哦。对，他对，他人叫了，凑一个去看卖啊！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超级玛丽，那个蛮荒唐的，然后蛮好笑的。动吗？还在心里想说，这个能不能去把东西关掉？就没办法动，就一直这样疯狂。你没有看过这个吗？这个也是超好笑。他把那个洗澡触电演出来，演超好。正拿起莲蓬头准备要冲水的时候，突然一阵电流经过他的身体，时间长达1分钟之久。来，其实蛮用心的。对，打工辛酸画面是不同人，可是他音效有剪那个统神原本的音效进去啊。你觉得这个镜头怎么样 ？OK， 我跟你讲，然后我已经刚跟这边讲，等下副导演讲一下，等下你摄影机慢慢往前走，导演真没问题。这应该不用看了，大家知道最经典那一句嘛？啊，我就怕被骂啊，就是那个东西没带到，然后啊，我就怕被骂。导演很大牌，我们现在人都已经可是，老实说，我看右边那个时候，我真的是看到有点难受，就是看起来真的是好痛苦就是你如果你的同事会做这种事，你会觉得超级头痛。我觉得这个会给我一点 PTSD， 所以我想要选这个。他其实演的蛮用心的，可是记者可不可以不要把心思花在这种地方？可不可以花在更有建设性的事情？对，右边真的会看到生气，真的会。右边就是因为真的会有这种状况，然后会触发一点你的坏的回忆，所以很成功很厉害，但是会看到生气，所以我会选左边。喂，复出大成功，还没上台，诸葛亮已经忍不住掉泪。上了台，综艺天王竟然快说不出话。这是我人生当中上刺激、上紧张。对，火又赢。按到了。没有人了解我的心理。他们不要说打败谁，不要，是他们同情我了。我那么老了，他怎么还有办法剪到这一段这么适合的？等一下，这个消防员
应该要有26000名，可是现在出勤的消防员连1万名都不到，平均有40%的消防队平均只有不到5人上班，这个人力是连一般的住宅火警的都没有办法应付的。台湾各地火警发生次数逐年。他是真的不舒服吗？他是真的不舒服吧？好像比较喜欢左边一点。我也很喜欢朱大哥啊，他的表演真的是蛮厉害的，确实蛮喜欢。拼命，我们选朱大哥。没有关系。哦。一般的狗、猫、马、天竺鼠、老鼠。哦，救命哦！干你到底？哦，干来了！啊，干葫芦果掉了，葫芦果！啊，葫芦果！干！啊，葫芦果啊！干！这个跟穿山甲是同一个人吗？他的声音跟他的反应，他的声音跟他讲话方式好像哦，是同一个人吗？哦，救命哦！这跟穿山甲那个是同一个人吗？但我觉得老鼠太经典了。马、天竺鼠、老鼠，这一定是老鼠，这没办法。哦，不同人啊，原来不同人，很像哎，我觉得很像。啊，溺水的皮卡丘。往回二。那个真的好可爱啊！因为那个，所以你永远都看中配吗？为了看那个老鼠，所以你每次都看中配吗？超音 fish 登场。可能因为我不打咯，因为我不打咯，所以我对这种还好。等一下，原地 PP 什么意思？他把自己传到哪里？我没看懂，因为我不会打咯。但是他是怎样？超音 fish 登场。好，我不懂。他是等，他在被揍的时候，开传送吗？什么意思啊？好吧，溺水的皮卡丘比较可爱，我们先选皮卡丘。我知道有一个技能是传送嘛，你是说那个召唤师技能吗？啊，是不小心按到，是合理啦，看起来就是不小心按到才有这种事情。这个是蛮经典的，但是我比较喜欢左边，你们应该有看过吧？没看过一定要看一下。照片呢就喺圆山饭店嘅头位，也给你们推出去。就看得到入面有一家要加嘅，不過到底會同到那片呢？我就一下就嚟吃過啦。到底为什么把它叫成这样？这个真的很好笑，这个一定比较好笑，一定是这个。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你相信这个奇怪的小东西在亚马逊上面卖2块1美，我都告诉你，它的成本价为288.98美金。虽然我不是数学家，但是你知道我是数学家，等一下，他说但是我是数学家吗？在亚马逊上面卖2块1美，那听起来还不错，对吧？但是你知道我是数学家，在亚马逊上面卖2块1美，那听起来还不错，对吧？这个是蛮厉害的，这个真的是太洗脑了，这个很经典。我记得这个那时候成为了那个吧，成为了台湾的 Rick Roll 嘛，对不对？就是会到处就会放一个链接，然后点进去就是这个，这个真的蛮好笑的，我会选这个，这个太好笑了。因为想买看吗？他那个主要是他那个奇怪的小东西，他主要是我记得他那个影片他想要卖课程，然后他就是要当转卖厨，其实就是转卖厨，就是跟你说你可以用多少钱买到这个东西，然后用多少钱把它卖出去，就这样，就是你是想买课程还是想要买那个奇怪的小东西啊？这个也是经典梗图哎。Play 虾米 game 好久了，这个也很好笑哎。Hello guys, welcome to a Halloween party. I want to play a game. Play some game. 不行，一定是这个，这个太可爱了。
一定是选左边。啊，这个不行，这个我觉得看了不是很舒服，我不是很想看。后面的人那个表情是怎样？就是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做这个？你怎么会想在这里做这个动作？是这个意思吗？怎么办？左边我也没有很想看。拄啊，我去迄个莱尔富买物件，啊有一个迄个老伙仔，我过来我身躯面甲我讲，少年的，你难叫我摸者，啊我互你，请你食统一布丁。我怎啊甲？我是本来想讲要甲炒，干统一布丁，我若要食，我就家己开钱买就好啊。我啥难食你摸，对无？讲实在，咱这社会吼，啊查某会向性骚扰，查甫嘛会向性骚扰。这是哪一年我也不知道哎，但我有看过，我有看过。干恁娘！我讲哪条？这统一布丁袂爱食。这是。经典的这个喜剧一定要玩的这种梗，奇怪，他那个说明不是说这个是合家观赏的吗？搞到骗。啊，我去啊，是哦，原本是哪里啊？是 R 网是什么地方？啊，有一个迄个。啊天呢！我嘣一下，安尼真大声。完了，不敢外放了，对不起。啊天呢！这个蛮经典的，这很多人 shorts 都会用啊。哎，不是啊，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啊。啊 Reddit， 啊是 Reddit， 都是垃圾。哎，不是啊，不要误会，我不是针对你啊，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哦，最早是啤酒，我有看过一些其他版本，欧美的也有这种版本啊，就是什么，反正就是也是遇到怪人，然后说你给我看哪里，我就给你什么2罐酒，然后就一样，就是这种反转嘛，就是最后说这个酒不错哦，对不对？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们直接看左边。下士班长吴宗宪报告，应到人数30名，除1名帮厨之外，实到人数29名。报完毕，恭请去化。军爱民，民进军，这句口号我一直都有听说，只是没想到在部队里执行的这么彻底。这我好像没看过哎，这是什么？非常非常的感动。拍谁啊？本寿就姐姐。你起来叫本寿呀？不好意思嘛。手机。哇，狂怕胜！是用来折的，不是用来盖的，你但是我只好现在花个5分钟看一看呢。是用来洗的，不是用来拉的，你知道吗？神经病啊你！讲了什么大实话？拍谁？本寿舅舅姐啦！本寿修姐姐。你皮在痒啊！我出你们抽心操、棉被操、举光操，操，我操死你！后面那段，好，我们等下看一看。我操死你！哦。请问你是不会来这本寿哟？嘿，白痴啊！混吃等死啊！哦，混吃等死啊！事情啊！我操！我抓死你们全家！我抓死你们祖宗8代啊！什么棉被啊？人家是西点军校，你是西点面包啊！没吃饱是不是啊？烂透了！为什么不把土点国家就把它吃掉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蛋检啊！哇，好经典哦！已经战乱，什么东西啊？啊？谁是执行官？有，我就知道是你啊！又是你啊！又是你，你最烂！上头瞩目，尖嘴红腮，头上长疮，脚底流脓。有看过。长官，干嘛？你现在用这种眼神看我，你是爱我还是恨我？爱你，爱你。再说一遍，大声一点，我听不到。我爱你。再大声一点，我爱你。果然不出我所料，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用娘娘腔、同性恋。现在抱着你的软蛋，让我蹲掉100下。向外点，放近一点。确实，就是很多那个军队里面骂人，就最经典就这种啊，就是。他骂的内容会有点好笑，他会塞一些，就是他骂人的内容其实有一些梗在里面，但你不能笑，因为你在被骂，你笑了你就完了。然后就对啊，就是我已经搞不清楚到底是在骂人还是在讲喜剧了，但应该当兵的人都会有这种体验吧，会有这个经验，对，因为右边是自动落败嘛，我一定选左边。谁的骨盆最端正？我觉得这个蛮好笑的。谁的大腿
外侧没有，短，我的大腿外侧没有，短。他其实蛮有节奏的。哎，干穿山甲哎！真的，每个班长都是脱口秀明日之星。哎，蟑螂这可以养吗？我不知道，你抓回家。哎，结果哎，这很经典。哦，他跑掉了。哦，好屌哦！我比较喜欢右边，我觉得右边比较有一个音乐，有一个节奏感，我喜欢。这是什么？哎，啊 ，G.I. Joe。你鞋好大小啊，操你呆！干！这也蛮经典的吧？这也算大家看过的台湾迷。百怪嘞！有够可怜呢！哎，人给我闭嘴！奥巴马！确实会有一些那个歧视类的笑话。我记得这个系列也蛮多的，但没办法，那个时候时代没那么进步。但我觉得整体还是蛮荒谬、蛮好笑。你给我感觉，人情爱感情愈来愈好啊！嘿啊，按着要食啥？这是另外配的哦。啊，有一间炒饭敢若真好食，去食迄间好啦。不过我想要食炒。哇，很认真在配这个。对啦，我要食炒饭啦。拢是用炒的，是用炒哦。我就是要食炒饭，要食炒饭。害我突然很想吃炒饭呢。啊，你较正经的啦。哦，我好像有看过。哎，完蛋了。看路啦，头前有人啦。好烦。就是 Michael 嘛。我喜欢左边，我觉得左边比较闹，我喜欢荒谬的。啊，这个，这你们有看过吗？这看起来超痛的。他这是在卖那个烫伤药。哦，看起来超痛的。用生命在卖那个烫伤药膏，哎。然后就是烫完之后，就是自己抹药膏，然后给大家看到底有没有变好。反正就是这样，这是蛮荒谬的，右边那个大家应该很熟啦，晚安马卡巴卡。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笑，它就是有一个古朴吗？那用生命在拍烫伤药广告。当然是不鼓励，但是他自己选的，没有人逼他，那我们就给他。哦，这个很好笑，这个超好笑，太棒了，有这种朋友真好。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右边这个也很好笑，你们有看过吗？骑士竟然没有下车，水跟泡沫之间淋在他身上，他就真的去洗车，享受，双手举起来，当场在洗车场洗澡。业者后来还上前帮他洗安全帽，并拿出手机录影。我马上就要。你们喜欢哪一个？右边这个就是被人家扒，他就不开心啊，然后他说：“我就是要洗车，我就是真的要去洗车，怎么样？”然后就真的去洗车了。泡沫之间淋在他身上，而他似乎也很享受，双手举起来，当场在洗车场洗。我觉得右边这个真的很疯我们给一点那个，就那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好不好？真的是很荒谬。我觉得两个都很好笑，这两个都很好笑。但这个双人床是迫害啊，这洗车是自愿的啦，我们选那个自愿的。好，再来啊！哪个先啊？啊，这个先。这个超好笑，他还一边唱。
这个也蛮好笑的，这个大家应该很熟啦，大家应该都看过吧？耶！哎，我是那个还在就学的学生呢，按我们学院专门学设计。这个很烦，这个真的很烦。我们自己做。这真的这种在乱卖这个的，真的是会让人有点不开心。我会选左边，左边就是荒谬的恰到好处，然后又不会触发我的坏回忆。我会比较喜欢左边，完美的 combo 对。这显然是厂商的疏失，这显然是厂商的疏失。哦，你被拐过300，我也是，我小时候也被骗过，我到现在都还是非常恨他。骗小孩的钱不可取，真的是不可取，这个会有报应的。这个也很好笑哎，这个大家。吉娃娃，吉娃娃，吉娃娃，小小的小小的勇敢的战士。我觉得。这个真的蛮可爱的，它影片里面那个吉娃娃素材都很可爱，然后那个歌本身也是就很有趣。吉娃娃吧，这个是选吉娃娃吧？这是什么啊？啊，好像知道哎，但我觉得还好，我觉得 Baby 原之助比较好笑。早上我有叫他起床啊，是怎样？哎 ，Baby 原之助很久哎，大家应该也都看过吧？他那个搓手真的是很烦，然后他整个故事的那个结尾真是卑鄙到不行。我会选卑鄙原之助。啊，对，反正我很闲，真的太强了，难以超越，真的是难以超越。比赛比眼勇丝丝，有感冒前走。这个好经典，这个好经典，也很呛是吧？这个我就觉得还好，这个就是很适合当梗图啦。我是觉得丝丝感冒比较好笑一点。感冒胶囊，我选丝丝感冒。哎，你丫瞅什么呀？是我啊，这个。对，要不要进我的妙妙屋？我操，太好了！我们走。这就是声音学得很像啦，但我觉得还好。点奇妙的小基本话。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那这个就很经典，这个真的很经典。关心你的脊骨神经痛，脊骨神经痛就是腰部椎间盘移位。这个还有被拿去做那个 MAD， 那算 MAD 吗？就是这个很经典。然后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歌叫《碰碰碰》，就是那个叫做卡利怪妞的一首歌。然后有人把那个耿星中医拿去调出那个，把它当初音在用，把它做出了碰碰碰，还蛮好笑的。推荐给大家，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点历久不衰啦，这个蛮厉害的，这真的太洗脑了。这小时候真的都会背啊，好可爱啊！对啊，那种东西就拿来 remix 更好笑。这太可爱了，这个很难输哦，这个很难输哦。有一个叫做线上的角色扮演的游戏，叫做《魔兽世界》，非常好玩。有一个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这还好，这阿伟吧，可爱动物就是要给一点尊重吧，这一定是选那个阿伟的狗。当我身上缺钱的时候啊，这个其实蛮好笑的。他不知从哪里动来巨款，偷偷接济我。不要瞎掰好吗？他把那个背景音乐卡掉，是真的很好笑，真的很好笑。这是什么啊？一方面还卷入过去挚友下油条发动的白下油条。谁写的稿？一方面还卷入过去挚友下油条发动的百鬼夜行者。谁写的稿啊？喂，那肯定是不要瞎掰。虽然右边很荒谬，但我觉得还好。这是什么？这也是空耳吗？这也是空耳吗？哈？空耳齁，应该是空耳吧？这个也蛮经典的。对，这大家可能只看过那个图。这个，大家只看图就
不会知道它是沐浴乳，可能会以为它是别的东西，但它其实是沐浴乳，这个我记得。啊，是王力宏的歌《空耳》，原来是道德放在哪里？原来如此，哎、听起来超级像的，超像大润发，真的。我记得这一部好像有，是这一部吗？我记得这一部的剧情好像发展成那个小三跟前妻变成百合，然后是这一部吗？还是别部啊？我应该没记错吧？然后那对 CP 还有一点人气，还会有人写二创文的那种，我是觉得蛮有趣的。这个好像比较经典一点，可能我刚好没听过左边这个，那我选佳明的味道。对啊，那是什么？好赞啊，真的好赞，救命！街头，给我大力来！你就学街头啊！这小时候看到会吓到吧？因为没想到会冒出那个不一样的脸。给我大力来！你就学街头啊！闪电！这个太经典了，这个好经典。我觉得还是这个好了，这个比较好笑。啊，这个也好经典啊！我们需要更多支援。我可以直接看，对。啊，温柔一点吗？好烦啊，好烦啊！反正就是这样。等一下，为什么猪在打牌啊？总之就是这样。右边我没看过可是它没办法播放那我只能选左边啦，这没办法。对啊，台配真的很厉害啊，很多台配都超厉害的。这是怎样？这是怎样？什么东西？喂，什么东西？送给你这厉害，哇呵，不行，我觉得不行，我觉得不行。这个我也觉得还好，这个就是变成流行语而已，但我觉得好笑程度还好。这好难选哦，我觉得两个都没有很喜欢好啦，我觉得那个展开变成那个欢乐耶诞城这件事情有好笑的，这个有靠腰，有点靠腰。这很经典。这个算很有名的吧？我知道有很多重机骑士就是故意会去给他骂。以前啦，现在好像过世了。这真的是超经典，这个真的是他骂人真的是很有酷靠。这个也是蛮好笑的。为什么啊？为什么暴飞龙的叫声就是真的理所当然给他爆飞？我还是觉得比较喜欢这个经典阿嬷。应该可能会吧。我觉得芒果是 No.1， 加哈密瓜，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因为哈密瓜有一种哈味。芒果是超棒的。这个也蛮经典的哈，但是这个怎么输啊？Michael， 他那个飞出去的那个，他飞出去的那个动态太好笑了。喂，没办法，这输不了。前面有一只超这个也很经典。我想来看看这只狗狗。狗狗，这好像蛮多人模仿的吧？我记得。这我抢了，你咋干你娘？这我抢了。怎么办？我第一次看这个，可我觉得这个真的比较好笑这个真的没想到你咋干你娘？好，就这个。这我抢了。两个都是狗狗啊！这个不行。巴嘎诺诺。干掉。
这个还有那个有人很认真上全台文字幕超疗愈的。左边也没办法，左边也是很，可右边我记得也很洗脑。大优惠，猫咪大战争6周年，大优惠，有好东西给你哦！猫咪大战争。好，左边。我教你你讲没听呀？怎样？我看不完整，知不知道啊？这蛮好笑的这我也是第一次看。对，右边就是很可爱的歌而已，我觉得还好。全都要啊，这个也就是流行语吧，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流行语啊。单纯迷因本身，我觉得左边好笑。我还是赶一下进度，我快死了。有珍珠有奶茶就把它加在一起就好了。哦，你说的是 QQ 那这个人演得很好。所以你们店的珍珠奶茶就叫那个名字。我们店里面有卖珍珠奶茶。总之，你刚刚讲的那一杯里面就是有珍珠有奶茶。是的。这个很经典啦，大家应该都看过。那我们来看这个，这个也好经典哦。先吃啊，先吃。你们好。我一个人住，我的房子还蛮大的。欢迎你们来我家玩。我觉得这两个都不可战胜，这两个都很难战胜。我觉得右边，我比较喜欢右边。我知道还有人那个圣地巡礼，你知道吗？跑去那个拍摄的这个场景，超级好笑。对，我觉得乔瑟夫如果离开沙泰尔，我也会很爱他。我觉得乔瑟夫的段子蛮好笑的啊，他蛮多是，而且乔瑟夫他有原住民身份，但是他不是过度消费，他有时候其实会带一点真的去省思说原住民就是汉人怎么看待原住民，有一点那种凝视的这些问题。我觉得他在他的梗里面处理的很好。对，我是觉得乔瑟夫。我是真的蛮喜欢乔瑟夫的，对，但是因为杰哥不要还可以圣地巡礼这件事情真的好好笑，我要选右边。等一下，应该这个先。要出多少啊？80版还。对，我很喜欢他的原住民的梗，因为他真的是讲的恰到好处，然后有一些就是反过来取笑汉人的那个，我觉得这件事情他就做的超有趣，然后真的是有内涵的，是有料的，我很喜欢。要出多少啊？这个也很经典啦，但是右边这个也好好笑，好荒唐。真的越来越难选呢。我比较喜欢右边，他还被剪成那个乔鲁诺巴巴大侠，你们知道吗？怎么吃呢？今天来吃外卖。今天吃什么外卖呢？这个咖喱拌饭，这个也算经典。知道，我不知道，我说那个不是还被变成复制文吗？就是那个有那个手指的 emoji， 那个不要笑，不要笑，不要笑，我觉得这个好笑啊，这个。哇哦，珍妮佛·罗培兹，你刚公酒的村庄。抱歉，让你呛到了。应该是吧。酷你大老远跑来这里，就因为我攻击你的村庄？我也为此而来。我也为此而来。快点追！右边这个也是被玩坏。不赖吧？我比较喜欢左边，我觉得左边比较闹。啊，这个，你们知道吗？到能不能加呀哈吉呀？这也是空耳道那个。我记得这个最好笑的这件事情，是有人在那个 PPT 发文，然后不是 PPT 啊 ，PTT 发文，然后就说那个就是在路上听到一首很好听的韩文歌，但是不知道叫什么，然后他就直接打歌词，就是那个到南部弄假呀好挤啊，然后真的被找到了，这件事情很好笑。这让他这件事情就让这首歌变得更好笑的一个重点。下面明就有说，看这个人上节目还在又舔嘴唇。哇，他真的好吵哦！我觉得我耳朵不行，我要静音它。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左边这件事情比较好笑，
因为他还有那个他的一个背景故事，就是有人不知道叫什么那个很好笑。哦，这个也蛮经典的，这个也蛮经典。可是我觉得这个做成梗图比较好笑，我觉得这个做成梗图比影片好笑。好吧，这把给倒回。哎，这个有要买东西吗？有没有买东西？这个演超好，我走喽。超像的。虽然感觉超级危险，但是这演的太好笑了。我手走一切好气质啊！我们是杀灵魂。他怎么音讯不同步啊？我被妈妈是什么意思？我没看过这个。哦，这个特效是怎样？这个特效是怎样？这个特效是怎样？很努力嘞，我比较喜欢左边，他真的演的好好哦，他真的演的好像、哦。北极台风来势汹汹，气象局预估带来的雨量将会集中在桃园、新北、宜兰、花莲，从26日到28日，山区总雨量好，这个，可以来到900毫米，雨量将是全台之冠。北极台风预估将带来总雨量最多900毫米，900毫米就是这个到底在干嘛？北极台风来势汹汹，气象局你知道就是他太搞笑了。搞笑的恰到好处，我真的只能选他。右边我有点忘记了，我好像有印象，但是我没有看到影片，我真的想不起来。我们只能给左边。台湾记者真的蛮好笑的，我真的也受不了。可是把它当成搞笑来看，是真的蛮好笑的。我回去的时候，这个也很经典呢。怎么没声音？打到就是上巴。对，有一个那个下雪用尺它不是用尺，它是用温度计。他用温度计量深度，它不是尺，重点就是它不是尺。好，上巴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他说上巴，我觉得听起来没问题啊，那个就是上巴，不然那个叫什么？这个好经典啊！你听到那个撕心裂肺的那个，对学生来说，30块豆花是要了他的生命哎。是什么？什么？我觉得不太行哎，这是那种歧视性的，我们先刷掉，我有点不喜欢。你老公跟别的女人在睡觉，你要马上关起来，假的。哎，他的听众也在笑哎，眼睛业障重啊。他是在讲段子吧？他的听众都在笑哎。原来是喜剧，原来是被宗教领袖耽误的喜剧演员啊！哦 ，MIT 台湾字我不知道啊，这个，这不是很久以前真的有这个活动吗？可是这年代不对吧？我记得以前真的有这个活动，就是你真的跳，好像真的会给你，可是那不是超级久以前吗 ？What is this？ 维大利，啊，这个也是看到会记起来的。意大利，维大利，水啦。Is it good to drink？ 你快买嘛吼。立功线，超可爱，那个最后那个立功线好可爱。This。不行，我这个太棒了，这太经典了，真的是看到会背。你的超能力到底是什么，奇异博士？我能让圆圈从我的头跑出来。哇，真是奇异的能力呀！没有错。几时能用到它呢？这老实说吧，用不着。不过它很奇异，这个也很好笑啊。点菜啦！3份猪肉餐多1份培根副餐，2份辣鸡手烩，1篮鸡肝和洋葱卷，1份今日鱼排特餐和1份切成鳟鱼形状的牛排。记住了吗，亲爱的？3份穿裤子的猪，1盘热空气，1份祖母的早餐篮，把牛变成鳟鱼，知道了。到底知道了什么啊？但是这个让我想起我以前在咖啡店打工的时候，有一些客人真的是他不会管你听懂了没，他就直接一串呢，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好最贵的咖啡，然后把好喝的料都拿掉，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这个让我有点共鸣，我选它。请问一下，这个，我有在跟你讲话吗？你这个最弱的萌骑士，你是莫吉。请问一下，这个也好经典。阿贝，我有在。好，我也觉得出事的阿贝比较好笑一点。而且我记得他们是当兵收假的时候遇到这件事情，真的是有够荒谬。我看不完整，知不知道啊？哎，重复嘞！哦，我们64强了，终于，那我们不用再全部看一次了，耶！好了，刚刚有说到以高中生来讲很用心是没错，而且其实演得很好，我觉得蛮好笑的。然后好，我们给他一点加分，这个就是拿掉语言之后也可以互通国际，也会觉得好笑的。我们选这个。我看不完整，知不知道？那当然是这个比较可爱啊，这个太好笑了，我喜欢这个。来，我们来赶进度。吉娃娃哥蛮用心的，哎，对，他有2个语言版本，这个而且素材找得很可爱，我们给他1分。横嘴端正，有点难选哦，有点难选哦。我觉得我想一下，骨盆最端正是真的蛮好笑的。横嘴端正，但是思思还是比较经典吧，我觉得思思太，他还有 remake 啊，然后他还曾经找过不同的人来拍，这个思思感冒的蛮经典的，我给他1分。我觉得统一布丁比较好笑，他演的蛮用心的，我觉得他有演出那个荒谬感。哦，这个有点难选呢，这个有点难选呢。可是我觉得维大利汽水的那个有个国际交流的感觉，你知道吗？我觉得维大利汽水在我心中比较好笑。你恭喜啊！啊，那没办法，这一定是碰水给爸本。因为右边这个看起来太痛了，其实看起来有点太痛了，而且说它好笑吗？我觉得其实也还好，所以我觉得比起来好像妙蛙种子破音稍微好笑一点。好，再来，野猪骑士跟巴干诺诺。如果他这边放的是那个台文字幕版的话，我一定选这个。我觉得那个巴干诺诺，因为有人有放台文字幕版，然后老实说你把那个台湾字幕版看完之后，你是会学到一点东西的，你是会学到一些台语用法的，我觉得还不错。我比较喜欢巴干诺诺。这个哦，我觉得记者做奇怪的事跟那个很可爱的小学生回答愚蠢问题比起来，我觉得小学生比较可爱，我要选小学生。哈士奇跟点心中一，我觉得点心中一真的是比较经典，它甚至可以被改编成歌曲，所以我会给点心中一。哇！出事的阿北跟杰哥不要，这个有点难选。出事的阿北好像没有办法圣地巡礼耶。对啊，这是一个演进啊，记者最蠢事，然后我常常帮一些俏家的人蠢话问蠢问题，不小心呛都是蛮好笑，也没有关系。你比较喜欢出事的阿北吗？好像是啦。如果单纯就是一个短短的迷因来说，我觉得出事的阿北就够短，然后又有达到好笑，果然还是出事的阿北。这两个，我觉得侯友宜领域展开还好，他是因为接到那个叶诞城。他接到耶诞城是有一点好笑，但是我觉得 Coin Master 的荒谬感还是在我心中比较有好笑到。
早餐吃超大便当，哇，这有点难。老鼠跟超大便当，宵夜我觉得超大便当玩一玩会腻啦，玩了之后会过期。但老鼠真的是好玩一直玩，我觉得老鼠比较好笑。对，迷因感，我觉得迷因感很重要啦，因为我们今天主题，哦，好吧，它全都包了，但是我比较喜欢迷因一点的东西。这2个哦，毕竟这个统神端火锅其实不是本人嘛，但是他被拿来当 Rick， 其实蛮猛。好吧，我觉得右边真的是蛮尴尬的啦，尴尬到有些人看了会真的不行。我们还是先给端火锅。还是我们来文艺复兴一下，我们把那个统神端火锅 Rick Roll 再拿出来用一用啊。好，刚刚有人提到这个是要有玩的人比较 get 得到啊，我就没有玩，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的好笑程度一定没有右边高，我觉得右边比较好笑。因为我没有看过右边这个电影，所以对我来说的感觉其实还好啊。但是左边这个也是很敏感的，它就是够短，然后就演得很好，就是它完全可以被放进那种就是有时候 YouTube 会有那种迷因合集，它就收集了很多短的迷因，然后全部塞在一起。然后如果你睡前觉得心情很差，你就可以看那个。我蛮爱看那种东西的，我觉得很适合被放到这里面，所以我会给左边。哦，2个都是阿伯。其实我比较喜欢左边，他骂的很有气靠。我比较喜欢左边。哇，有点难。但是要论经典的话，右边比较经典吧。右边那个真的是也是被玩梗玩到很多人都知道。我觉得右边要给他一席之地啦，必须给他一席之地。好，哇，飞天 Michael 跟飞碟吗？飞碟比较好笑，我觉得飞碟比较好笑，他直接撞上去真的是荒谬。这个左边我也是觉得它比较适合当单张的梗图，但它整支影片的话，还是右边比较好笑吧。好，我们加速。喷火龙跟洗澡触电，我能不能去把东西关掉？就没办法，有点难欸。疯狂大抽出来。这个是演的，就是也可以被放进迷因，你知道吗？愚蠢的恰到好处，我们选左边。啊，这边来捆，好，先捆，心态爱狗，听见没？哈密瓜跟这个空耳。哈密瓜比较特别吧，哈密瓜真的是，我知道，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空耳的好笑程度它有一个上限在，就是我觉得它有点难以超越，就是这种日常生活中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的，录一些奇怪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笑。哇，洗车跟超级玛丽吗？我觉得超级玛丽比较好笑一点，它甚至有英文标题，我的天！对，哈密瓜是有意为之的搞笑，我觉得有落差，很成功是真的。我觉得这个我要吃炒饭，它配音配得很用心，但是就还是听得出来有点在演，就是贴合的程度就是没有完全贴合，我觉得有一个极限。它字体还给我不同字体是怎样？这个晚餐的晚给我不同字体是想怎样？我觉得好像还好。Baby 原之助，因为你在3次元，你可以直接比那个动作出来。我觉得这个迷因的活用性比较高。这是3根，一人1根啊。好啊，那当然是右边啦。我觉得左边也是属于比较适合当，我觉得皮诺可电死也是比较适合当单张梗图的。我觉得豆花比较好笑。哇！那皮卡丘是很可爱啦，可是我觉得那个知道了的那个荒谬感比较够哎，我比较喜欢右边这个。导灰，你老公跟别的女人在睡觉，那当然是龟缸哎呀，他那个龟靠很赞啊，他那个是真的蛮好笑的，而且这没办法，在我心中有台语的就是会加分，对不起。我比较喜欢右边呢，其实我觉得用生命在拍英文报告比较好笑哎。好，这个我会选右边。哦，好累哦，我们才第3个。阿伟，那个狗太可爱了，没办法。好，再来。
我觉得泛舟哥也是一样的道理，他就是那个普通民众在反击那个记者的一些为了问而问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他很蛮荒谬的。业者确实一颗心7上8。这在创啥？这在创啥？这在生那个两行经一行，对，做这 VTuber， 做这人拢在生那个两行经一行。啊，不过咱今仔日这两行经一行是啥物？是那个2选1，2选1。我们现在有8种2选1，我们要全部都把它玩一遍，然后我快死掉才玩到第3个。这两个有点难选，这两个不错。靠腰都靠腰，真的我没搞家己那个如何戏才敢玩的。我比较喜欢左边，我觉得他这种，我觉得日常生活你录下来的有一种更显得他很好笑的感觉，你知道吗？但是而且这个阿嬷就是他虽然骂得很凶，但他其实是在劝导你安全行驶。我觉得他很温馨，比较喜欢。阿伟的狗跟泛舟哥，果然是狗真的太可，我已经预见了啦。我觉得最后应该是狗会变第1名。这个狗真的好可爱，而且它真的叫的就是完美发音很标准的阿伟。飞碟是比较短，比较有迷因的感觉，但是龟缸 A 真的是就蛮好笑的，而且他的台语就蛮纯的。嘿，切尔西真的，老鼠跟吉娃娃动物对决。这个有难，这个有难。哦，真的哦，大伯阿嬷衣钵交给他媳妇哦，还泼水哦，真的假的？你买跟龟缸的吼，那龟缸跟巴干诺诺都是你看完之后，你其实认真学一学，可以学到一点台语的。当然，如果可以有那个台文字幕版，就会更好一点。对，啊，巴干诺诺有，啊，龟缸我没看到，那应该也会有啦。那种傅志文图书馆、台语分馆那种地方，应该是会有。好难选哦。我们选短的好了啦，老鼠就是短短的就达成效果，还是选这个。啊，这个一定是右边啦。这个我觉得右边真的是更有那个荒谬感。什么意思？喜欢听《火蛇烦恼》这是什么奇怪的偏好？我不懂。这个应该是左边。那左边真的是太认真了，很好笑。真的假的？他突破同温层，突破到中国粉专会丢这部影片啊？真的假的？他们怎么看得懂？他们是要另外上中文字幕是不是？哇，出事的阿北跟耿星中医，我是比较喜欢耿星中医呢。我觉得耿星中医历久不衰，给他一点尊重。荀丽宁跟洗澡触电，我觉得那个洗澡触电真的是演得太好笑了。可是这个小朋友也演得很好，他那个落泪真的是演得太好了。好，我们给小朋友。我是谁？这是什么食物对决吗？岛灰跟统一布丁，这个真的演得太用心了。他整个那个情绪的堆叠跟那个反转，反转很好，给他。对，更新中医的迄个音乐的作者啊，还有改做迄个碰碰碰，真正大家会使去听看卖。哦，这两个好难选哦。喷水鸡肉饭也是蛮经典的啊，这个是真的演得蛮好的。可是这个真的是蛮危险的啦，这个我觉得太危险了。啊，这个没有人受伤嘛，就是喷水而已。我们给喷水给爸爸。那当然是左边，他那个真的是喝出台皮的感觉，他那个不屑的眼神，太棒了，演得太好了。这个未来真的是人才。对，弄做好笑，因为今麦已经是128个，今麦已经是32强啊，所以弄做强呢。其实我觉得超级玛丽就还好，果然还是这个吧，果然还是这个，那个叫的真的是太好笑了，只能选这个。啊 ，Play Some Game， 我觉得 Play Some Game 比较好笑一点。啊，巴嘎诺诺，可惜他放的不是台湾正字版，我一定会选巴嘎诺诺。巴嘎诺诺啦，还是给巴嘎诺诺好了。巴嘎诺诺，巴西。这个好。对啊，那个上字幕上的很好啊。
我还是觉得 Coin Master 比较好笑一点。你也是投广告原版，对呀、它是一个真正的广告，会在电视上看到的，我觉得更增加它的那个荒谬，你知道吗？对，原版就很迷了，真的。我就喜欢我的豆花，因为他那个声嘶力竭，那个叫的真的是太好笑了，他真的是痛失豆花，那个演的真不是演人，那不是演的，那是真的绝望啊！不行，一定是给狗，狗太可爱了，他是真的在找阿伟。我的豆花跟老鼠哦，情绪的话一定是个豆花的情绪，这是真的是切身之痛，一定是这个。龟刚才跟。对啊，我觉得要比传播度还是比那个，我觉得龟刚 A 真的是很强，那个真的是红极一时。我觉得他直到现在再拿出来玩，其实应该还是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个我会给龟刚 A。这个太长了啦，这个有需要一点那个你对游戏王的先辈知识，或是你曾经有口服过，或是被同学口服过，你就比较有感觉。喷水给他粉就真的是，就。一定是我不行，我真的是选这个。Play 虾米 game 跟 Coin Master 哦，我觉得 Play 虾米 game 比较好笑而且它是看起来被打到很痛我要选这个，点心中医跟巴卡诺诺，我觉得点心中医真的比较经典，而且也是传播度真的是很强，就是被玩坏的，我们给他一点尊重。溜滑梯跟大幅啊，这好强哦，这两个好强哦，这有点难选这真的好难选哦。我好像喜欢这个多一点，因为它到现在你都还可以去圣地巡礼。啊，这个你要圣地巡礼，一般人进不去，我们选肉品。好，这两个都是努力在演的，哪一个比较好笑嘞？都很好笑啊，这个摔的比较痛啦，这个摔的比较痛，给他啦。真的，这真的很难选，真的，这两个都很强，太强了。喷水给他们跟点心中医，我是觉得喷水给他们本身真的很迷因，我会给他。你们也投左边哦，也是投左边，用生命在拍。好 ，Play 三米 game 跟大普阿嬷，其实我比较喜欢 Play 三米 game， 这个真的是。太 real 了，太 real 了。阿伟跟用生命拍英文报告啊，你选阿嬷，我选 Play 三米 game。阿伟啦，阿伟的狗啦。再来是我的豆花跟龟缸这有点难选，但我觉得我的豆花真的好经典哦，而且它超短，它就是2句话，我的豆花30块。给这个哦，要那个了，准决赛了。豆花跟 Play 三米 game， 我觉得还是豆花吧，它的传播度好像也还是比较高，而且它就是很短又很强而有力。豆花嘛，豆花。哇，喷水给他们跟阿伟的狗，这个真的难选，这个真的是难选。但是这个好可爱哦，这个太可爱了，我们给可爱动物好了。好，那最后就是阿伟你家的狗跟我的豆花。好啦，我心中已经有成见了，我觉得就是这个可爱狗狗了，选狗，只能选狗了。耶！什么？怎么可能？其他人才给15名吗？我们稍微看快一点哦，真的要数掉了。哇，这个怎么那么后面啊？是不是有一堆人没看过啊？我们来看大家的第1名啊，居然是杰哥，不要吗？都是比较新的，所以可能有一些是比较年轻的朋友做这个测验，不是测验啦，做这个2选1，所以可能比较旧的没看过。有啊，刚刚有树懒叫槟榔啊，刚刚有，那个也是就是就是在看啊，在不专心看路啊，然后就撞车了。刚刚有，但是被刷掉了。好累哦。另外一个是台湾上议会2选1。台湾上议会2选1，不是这个，是这个，耶！还好这个只有32个。来看看台湾俗谚，看一下啊，青公告假无赛，意思就是说，
可能有点像假金弄破哇，就是假金弄破哇，就是那个狗很急的话，就抢不到大便吃，所以就叫你不要急，应该是类似这样的意思。一个要较好上的天公祖，就是因为以前那个做这都汉卡的时代啊，就是那时候很多汉人移民就是渡海来台，但是他们要有老婆是没那么容易的，所以就会有这个说法，就是能娶到一个老婆比有三个那个天公祖更厉害这样子，哪个比较好？阿慧听阿不选这个。甘愿做牛，唔惊无犁通拖。你如果愿意做牛的话，你愿意当牛的话，你就不用怕没有犁可以，就是你愿意做就不会怕没工作啦，这个意思。然后死搞死担灯，无米才煮含鸡汤，就是叫你不要紧张，你不要想那么多。死搞死担灯就是到时候再说啦，有点船到桥头自然直，就是到时候再说啊。没有米的话就煮个地瓜汤啊，没关系。我比较喜欢这个，而且这个有押韵呢，西搞西灯的那个灯，无必加煮含鸡汤，有押韵，我觉得比较可爱，我一定会选有押韵的。对啊，来学一下，我觉得这超好用，我超爱用这一句的。其实我很爱用这一句。来，小康唔补，大康叫苦，真的，补牙也是小康唔补，大康叫苦，这个讲的真好。就是你有小问题就要赶快补救，你小问题如果不赶快补救的话，补救完蛋了。好，又在谐音，就是之后问题变大的时候就会很麻烦。我觉得这个讲的也蛮好，而且生活中蛮受用的。另外一个是先变先海西高遮天，就是两个神仙打架啦，啊旁边在孙悟空在经过就被打死了，就是两边打起来，但是祸及第三方。我就喜欢左边，因为生活中真的用得到，而且又有押韵，两个都有押韵呢。但是左边生活中好像比较用得到，我比较喜欢左边这个，大家可以共勉之。还有个来一减二个，蒙大家减四口，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吧？感觉很常听到。其实右边好像也蛮常见的，人若衰种不啊生菜龟。左边比较有活力，比较可爱啦，右边有点太万谈了。我们今天来一个正能量，我们选左边好了。万牛咬塞节，意思就是说那个比较走比较慢的牛，还故意在那边给你假装要上厕所，假装要大便尿尿，就是有点像懒人屎尿多，应该是差不多的意思。另外一个目睭灰灰，不要看做菜龟，应该大家也蛮常听到的吧？就是眼睛不好，就真的就是眼睛不好。我觉得左边可以拿来骂人比较好用啊，右边就是单纯描述你视力差。我比较喜欢左边比较好玩一点。这个图是怎样？等一下我要喝点水，我讲太多话了，请稍等哦。所以规章好好，敢过啊？没看到规章好好，不知道有没有？你讲规章好好无错哦，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因为它里面只有32个，没有很多。后来听某大丈夫，拍某低高牛，这个也有押韵，这个蛮好用的。哦，人看人惊，鬼看倒退行。巫师是讲人看人惊，鬼看鬼倒弹哦，也不错呢，意思一样，就是人看了会怕，啊鬼看了就直接倒退行，就是倒退走嘛。啊倒弹可能也有那个，就有时候是说看了就是很，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很不喜欢，你整个浑身不适，你也可以说看了这倒弹。左边不错啊，听某大丈夫，拍某低高牛。这个我觉得也是，嘛是讲较作水的，我就喜欢左边这个。讲一个影，生一个囝，可能蛮多人听过的，就这个谣言乱传啦。本来是说讲一个影啊，不知道怎么传就变成生一个囝。谣言总是会加油添醋的。右边就是青眉鸟夹着死鸟气，
这个中文也有啊，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嘛，耗子就老鼠嘛，就是误打误撞。哇，这个有点难选哎，我好像比较喜欢左边一点。三名讲到人伤歹，你是讲人看人惊，鬼看鬼倒弹哦？应该是在讲人歹。恶马恶人骑，有一枝草一点路。恶马恶人骑就是说你再怎么样的人，会有人治你啦。你这个人很坏，但是也是会有人治你的，就叫恶马恶人骑。一枝草一点路就是你看每一个草上面都会有，就早上它都会有它的都会有一个露水结在上面嘛。就是说每个人出生，你都是注定会有一些你能做的事，属于你的东西，就是有点天生我材必有用嘛，好像是这样用的。对啊，听说那个宝箱要变人形了，3月17号，不要错过，不要忘记，请记得要来看我变成人，我来呵呵这人。我觉得欧贝欧人起来不错呢，而且这个图好可爱。起鸟气嘎布的，就是那叫什么背骨仔啊，就是你对人家好，但是人家反而背叛你，就叫起鸟气嘎布的。嘿，你话啊你，两个车上咧话啊，呵，等你的迄个预测，等你预测。摇人无才，摇低无台。哦，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就是可能比较不庄重啊，就是他身体会就是乱动，可能就是没有才能的人，就是说这个人不好，不稳重啦，不稳重啊。摇低无台，就是说那个猪如果也是会摇来摇，就是他走路那些摇可能就是有着病哦，讲这个猪安尼可能是破病的猪，袂使抬来食，像这样子的意思。我觉得起尿器嘎布的很万用诶，就是很常用得到诶，所以我应该选它。老鼠不喜欢，你觉得你风评被害是吗？这个没有代表所有老鼠，这是部分老鼠，不要紧张。我也是知道有很多好老鼠的。低头唔顾阿母能，就是说你重要的东西不顾，然后你去看，就是你只顾到小的啦，就是你有猪头，你不先管猪头，你先去管一个鸭蛋，好像就是有点本末倒置，搞不清楚状况。见的一个袂灵应，好像我通常听到好像是在说叫那个女生挑男性伴侣不要太挑，不然挑到最后就是挑到一个卖龙眼的嘛，就也是押韵这样子，就叫你选另一半不要太挑，好像是这个意思吼。但我觉得选另一半还是要挑一点比较好，我们选这个左边。对啊，就类似被背刺的意思啊。尬低尬告不如尬低照，讲得真好，不要在那边想说训练人家了，自己做一做比较快。啊，这个是什么？一代减长的度。2代看钱那图，3代邓囝袂某，哦，富不过3代吧，就是第一代的人就是很省到有钱之后呢，第2代就会把它视金钱如粪土啊，第3代就很穷了，没有钱可以花了。我比较喜欢左边我觉得左边其实说的蛮有道理的。你就是有时候你与其去期望人家做到怎么样，你不如自己做一做。狗买拔的树卡，就是猴子照理来说很会爬树嘛，但它也是会有掉下来的时候啊。所以换成讲人的话，就是我不知道，我感觉有点那种灰无霸一昂的那个感觉，就是你偶尔总会有意外发生。哦，我觉得如果拿来当那个保险的广告标语，好像这句蛮适合的。右边这个好像蛮常听到的，爱水唔惊流鼻水吼，就是有时候为了看起来好看，你就会穿一些很冷的衣服，这真的是爱水唔惊流鼻水。但我觉得左边这个有点，对，马有尸体，没错，就是有点 underrated， 就是好像可以更常拿出来用诶。我觉得左边给他一点，感觉蛮好用的啊，大家可以多用一点。这人一家代公马随人败，就是叫你不要管太多。
每个人家里就就是每个家有自己的规矩啦，每个家有自己做事的方式，不要去管别人家怎么拜公嘛，人家家的事。右边这个狗无嫌主人善，是哦，这句更较押韵的，有呢，可以分享一下。狗无嫌主人善，就是说狗不会嫌主人贫穷，狗没有在管你穷不穷的。一人一家代，公马随人猜。感觉意思类似嘛，意思应该是差不多，但确实那个声调嘛，那个都是第七调，所以靠稻谷。祭祀的意思嘛，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不知道左边有押韵比较可爱，先选左边。对啊，那声调才有对调。再生一粒豆，较赢死了拜低头。叫你那个行孝要及时啊，就是爸母要伫的，互伊食一粒豆，比伊过身了后再拜低头，更较有意义。就是叫你在或者啥，树欲大而风不止哦，就是在那个、啊，对，我们汤戏啊，在被友好，对，没错，就是这样。这个我觉得其实还不错右边这个就是掠嫌掠好，唔通掠着恰查某。那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就是各位女性朋友都可以在适当的时候成为恰查某。什么意思？就是不要任人家欺负啦，我们真的该硬起来的时候要硬起来哦。人家真的触犯到你的底线，当然并对恰查某嘛是应当的。不要让人家随便惹，真的，我觉得右边我们应该以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那我觉得左边真的是受用，就是没错，我们汤戏啊这边友好，我们今天选左边。做牛的拖，做人就磨不是这个图是这样，做牛的拖拖去做牛丼，看起来好好吃哦，好饿哦。这也是押韵的啦，然后就是做牛就是要去拖犁啦，就是要去耕田啦。做人的磨啦，做人就是要这样辛苦爱磨啊。右边也是有押韵嘛，细汉偷挽布，大汉偷牵牛。这句之前有被拿来考试的政治人物，或者细汉偷挽布，大汉喊什么人自己想，有押韵的，但一较好的人应该都知。好，不是重点。我觉得右边、左边，其实我觉得左边对我来说蛮受用的啦，就是真的做人就是要经历一些磨练呐，需要一点辛苦的社会经验是真的。我稍微比较喜欢左边一点。西爪瓦不会溜，什么意思？蛇死了，它那个尾巴还是活的吗？是这样子吗？就是什么意思啊？这句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要偷查一下，你们等我一下。怎么办？我们才第4个2选1耶，死定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 ，OK， 所以就是事情已经结束了，但是还有一个残局在那边。就是告一段落了嘛，但其实没有真的结束，还有一些后话还没解决，这样子。好，目睭看着火，不是目睭看着鬼，脚打着火，就是你眼睛只有看到那个鬼啦，你想要去拿那个鬼啊，结果你脚其实已经踩到火了，你没有注意到。这个怎么翻啊？这个怎么讲啊？中文怎么解释啊？突然不会算顾此失彼吗？我不知道算不算，不知道有没有类似。喜欢听火车台语好像谢谢感谢啊，然后尽量加讲一寡。我是比较喜欢目睭看着鬼，脚打着火，看起来很可爱，而且它有押韵，有稻谷，看起来就很有那个动态感。好，来，节目较好，3天工作，给我讲一个影生一个囝。没嘞，所以没有那个规章好好无错没有，
哇，其实台语谚语有很多有很多没有放进来。我还想到一个是什么“听不嘴大富贵”，这句我其实也很喜欢，每次灰色都会讲。说明我介宏大不是这个意思。喂，莫我白讲，你若黑白讲，我要甲你置顶哦。阿赫，没办法置顶，他不要让我操作为什么？好吧，算了。对，小以为这家学不了，真正。好啦，讲一样生一个囝，感觉比较好用一点。万牛咬屎石，搁有目睭看得过，骹踏着火。好啦，我就是介意红打啦，凊彩啦，好啦，选这个啦，好无？嫁猪嫁狗不如家己走，搁有恶马恶人骑。其实我觉得左边的比较励志就是真正有咧苦劝咱买迄个家己较拼的，家己较拍拼的。我其实蛮喜欢这种感觉的，就是你有时候与其等别人去做，你不如自己赶快行动起来吧，你不如自己赶快弄一弄，有时候还比较快呢。我比较喜欢左边。猪头毋过够阿母呢，够再生一粒豆，较赢死了拜猪头。我比较喜欢右边的，他真的做坑死，真正做坑死。这个，一人一家代，公马随人败。搁有细空唔报，大空叫苦。我觉得对我来说，右边的比较受用。我真的常常要提醒自己，有些事情趁早可以收拾，赶快把它处理掉会比较好。呵，饲鸟鼠咬布袋，这个真的大家很常讲啊。狗也拔了树骹，这个我觉得大家比较少讲一点。然后我真的觉得它其实还蛮好用的，我们稍微偷偷推广一下好了。做牛的拖，做人的磨。我好像真的很喜欢这种的。我觉得我好像真的很喜欢这种有一点劝我们做事的道理的。我们选这个。听某大丈夫，拍某猪狗牛。还有死狗死担当，无米才煮番鸡汤。我觉得左边我不需要啦，我真正平常时都在听我的看手。这个我觉得这句话是讲给那种没有在做的人听的。但右边这个真的好好用哦，有时候真的会，你知道，你想要说呢 "Don't worry, be happy" 的时候就可以用到死狗死担当啦，叫大家就是不要卖伤过超环的时候可以用。我就喜欢右边。好来，8强。果然还是左边好用吧？我觉得还是左边比较好用，右边比较能使用到的场合好像比较少一点。好，那这边我比较喜欢右边，有那种真的是自己努力一点的这个感觉，我蛮喜欢的。过来，狗也会拔落树骹，搁有再生一粒豆，较赢死了拜猪头。右边好了，还是我们劝一下那个，真的是要及时孝顺。对，好，做牛的拖，做人的磨，搁有细空唔报，大空叫苦。这个都不错耶，但我觉得左边用得到的时候还是比较多啦。就是对，就是当你觉得你过得有点辛苦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想想，就是做人本来就是要经历一些经验，我们就是来学习的。这个我还是比较喜欢左边啦，左边真的是太，我觉得真的是很生动，然后又就很生活化，然后就是可能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常会想太多的人，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需要这一句话，提醒自己有时候真的是想遐济嘛无好啦，死狗死担当啦，死狗才去讲啦。好，做牛的拖，做人的磨，还有再生一粒豆，较赢死了拜猪头。我就喜欢左边。就是对，当我做事情做到觉得好累了的时候，我就可以提醒自己，就是我活该，谁叫我要来投胎？这是我应该
像叫我要来投胎，安尼爱嘛稻谷。好啦，好了，但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我比较需要左边啦，死高死担当，真正是卖想遐济，咱生活较自在的这种感觉。好，我们第一名就是死高死担当，呵，好累哦，我们才做完一半呢。迷因2选1跟俗语2选1，我比较喜欢哪一个？我比较喜欢俗语2选1，因为迷因2选1太累了，然后又比较杂。但是俗语2选1我觉得蛮有趣的啊，就是回顾了蛮多台语的小意味啦。而且还有人说喜欢听我讲台语，那我就给这个吧。果然还是俗语2选1。好累哦，好累哦，好想去厕所。好，我看一下。我知道。我先去一下厕所，我们5分钟内再见面。你们也可以去听一下水吼，看要冲啥。今天真的变耐久台，真的会开到12点诶，数定了。哎，我回来了，好累哦。好，我们继续。我现在肚子好饿，但我旁边有个饼干，所以我等一下可能会拿来吃。你们如果听到咔咔咔、卡吱卡吱、烤烤，就是我在吃饼干。台湾饮料2选1，以及聊天室讨人厌行为2选1。好，来吧，台湾饮料也不一定很台湾啦，反正台湾买得到的。哎，64个，怎么那么多？我们稍微快一点啊！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通常我最爱喝咖啡耶，我超级爱喝咖啡，包含那种超商那种不健康的垃圾咖啡，我也很爱喝，你们知道吗？就是那种加一堆糖的那种。但是如果不说咖啡的话，以奶类饮料跟那种清爽类，就是没有奶的，然后可能比较酸味的饮料，这2种来比的话，我比较喜欢酸味的那种饮料，所以等一下奶类的被淘汰的几率应该都蛮高的。好，来，饮冰室奶绿，这是我的高中回忆。我们高中的合作社就是3种饮冰室都有卖，真的是甜到爆啊！那个喝下去，你就觉得它好多糖又好多奶精哦，想想还真是不健康。Fin 算比较清爽一点吧，所以我应该会选 Fin。这种我们就快一点。健洛跟纯吃茶红茶，我很喜欢纯吃茶红茶，我超级爱喝红茶。我小时候就很爱喝红茶，直到我现在去早餐店买早餐，我都是红茶在我心中是超越奶茶的。我通常比较爱喝红茶，这个我们就选红茶吧。活益比菲多跟白毫乌龙，我觉得比菲多这种东西对我来说有点太甜了，而且你们知道养乐多这种饮料是不能一次喝太多的。养乐多这种饮料你不能一次喝太多，就觉得很不满足我喜欢一次喝一大堆东西的感觉，你也可以说是牛饮啦，但我喜欢一次喝一大堆东西。
所以我得选白毫乌龙。立顿奶茶跟美招健康，你甚至现在就在泡红茶，你是伊藤红茶。奇怪，你的名是现在就去吃呢，但是你是红茶。对啊，一次喝那么多那个会吐呢，那不行呢。好像对血糖也不好吧，对不对？我没记错的话。好，来立顿奶茶跟美招健康，我没有很喜欢美招健康立顿奶茶这个小瓶的，其实有时候喝一下也还不错。好啦，这个就给立顿奶茶啦。好什么？你选美招？可恶！鲜饺草莓奶茶以及宝矿力水得。开一下饼干来吃，好饿哦！我对草莓奶茶还好呢，就是我对那种化学草莓的喜好程度就还好。哦，好硬哦！果然还是清爽的吧？好来，雀巢奶茶我没喝过哎，真的假的？白宇，你喜欢那个吗？你喜欢那个鲜饺草莓吗？真的假的？我没喝，我好像没喝过吧？我应该是没喝过，所以我其实不知道。好硬哦！这饼干比我的脾气还要硬哎！我脾气是也没有很硬啦。麦香奶茶跟雀巢奶茶，我是真的没喝过雀巢奶茶。但既然伊藤老师说比较喜欢麦香，那我们就麦香吧。但是宁愿自己泡。魔爪我没喝过，我一直很想喝喝看，那我一直没机会喝。魔爪我没喝过，所以不知道好不好喝。但我好爱红茶哦。我们先选生活泡沫红。哇，舒跑跟雪碧。可是舒跑我觉得要套水喝，我觉得舒跑有点太浓了，感觉会喝到太多那个。我想一下，怎样？为什么要问号？你觉得身为一个 VTuber 没有喝过魔爪很奇怪是吗？对啊，舒跑跟雪碧我会选雪碧。麦香绿茶我不是很喜欢耶。但是对那个 C 系列的这个 C 字辈的这个果汁，我是有一点回忆的。因为国中吧，我们国中好像就是都不能卖那种明显就是垃圾饮料的，只能卖一些勉强你可以说它是果汁的。所以我记得我们国中的合作社都只有果汁类饮料，那时候就会喝这个 C 系列的。对啊，绿茶加糖很怪我觉得不太好喝啊，所以我会选葡萄 C。对 ，C 系列都不错。纯吃茶跟维大利，不知道纯吃茶我也是只服红茶没有啦，他最近还有出一个那个柳橙绿，其实我也蛮爱喝的，但是纯绿茶我还好。维大利不错，维大利真的是它有个维大利的味道，我选维大利。我不爱喝豆浆其实我非常也没有到非常，但我就不太喜欢豆浆。所以我会选可尔必斯。我没有到完全不喝，但是我不会主动去选来喝。哇，古道梅子绿，好久没有喝了。我觉得飞享柠檬红茶有点太酸了，我觉得它有点酸到我喝不太到红茶的味道，我就觉得它就是柠檬酸。我觉得好像很多柠檬红茶都有给我这种感觉，所以我没有很喜欢柠檬红茶。那我就会选古道梅子绿。看起来这个较大的。阿勇欢迎。无酒甲泡棒差不多，泡棒我嘛无啉过。虽然进前做兵的时阵有一个算是较熟悉的工体有做爱啉泡棒，不过我无啉过。你留言完要送出的时候我就选好了，我选太快，我在赶进度，不然今天关不了台，我会死在电脑前面。黑松沙士跟百事可乐虽然那个黑松沙士是真的是蛮台湾特色的啦，但是百事可乐好好喝
哦，Tree Top 哎，可是比较少喝到吧，因为也比较贵一点。可是我对优酪乳其实还好，没有特别爱。我真的比较喜欢清爽的酸的果汁类，我选苹果汁。啊，波兰咖啡超级好喝，我喝过最甜的罐装咖啡，波兰咖啡超级好喝，可不可以给我业配？啊，蜜豆奶我也不太喜欢我好像对这种的都，对啊，可乐如果是可口跟百事，一定是选百事啊。好啦，沙士士也不错啦，但是我就是突然崇洋媚外了一下，没办法。奥利多我还好奥利多跟伯朗咖啡，我果然会选伯朗咖啡。哦，冰的伯朗咖啡，蓝色的那个口味，我超级爱。蜜豆奶我没有很喜欢，我好像没有很喜欢植物性的这种奶类，植物奶我好像都还好。柳橙汁是可以的，我蛮喜欢果汁类的。木瓜牛奶跟麦香红茶，我好像没有很喜欢水果类的牛奶耶，所以木瓜牛奶我就是包含你现打的木瓜牛奶，我其实也没有很爱。我怎么这么难伺候啊？但是红茶我好喜欢红茶。我觉得最后，我觉得这个最后会变成红茶对决，应该最后前几名都是红茶。哇，阿华田，不是刚不是已经有 AB 优酪乳了吗？口味不一样吗？他没写清楚啊。阿华田吧，我喜欢有点巧克力味，甜甜的。奶绿立顿奶绿跟波蜜果菜汁，虽然我说喜欢果汁类，但是我觉得果菜汁对我来说还好，所以我其实蛮喜欢奶绿的。我小时候没有喝奶绿，但我是到了人生的某个阶段，有一天想说来试试看，然后一试就发现奶绿好喝然后我就开始很喜欢奶绿了。好，所以这个给奶绿。你选波蜜真的假的？雀巢柠檬茶，我觉得柠檬茶就是都会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柠檬的那个酸味太抢戏了。不要得好喝不要得好喝吃到的时阵，如果不要得，一定是不要得。开喜乌龙茶跟冰镇，我觉得冰镇太甜了，我觉得冰镇系列都好甜开喜乌龙茶就蛮好喝的。吃到的时阵，如果有开喜也很不错好，再来蛮牛，我没有喝过我其实没有喝过其实没有喜欢，不是没有喜欢，我没有喝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喜不喜欢。但是茉莉蜜茶，跟你说，我妈超爱，真的，我妈超爱，然后就变成我就也会跟着喝，然后小时候就有喝到，真的是很好喝，我觉得真的很好喝。我其实是还蛮甜的，但是我蛮喜欢茉莉蜜茶的。对啊，美亚的也很好喝就甜就是它有个美亚的香味又没有咖啡因，完美饮料，完美饮料。查理王跟原萃我没喝过原萃完了，刚刚好像有人说不喜欢加糖的绿茶嘛，但是我觉得查理王那个有加糖的绿茶其实蛮好喝的，我要选查理王。饮冰式红茶才不是红茶嘞，明明就是都奶茶在那边。苹果西打苹果西打好喝对啊，而且奶茶类的跟这种酸爽的，我一定选酸爽的。哇，贝纳颂又是一个甜的要命咖啡。贝纳颂我觉得算这种类型的咖啡里面算好喝的，我觉得贝纳颂不错。边人初见，安安欢迎，你好。我们现在在玩2选1，就是我今天准备了8个2选1，我们要从8个2选1里面选出最棒的2选1。我现在玩到第5个，我快死掉了，谢谢。对吧？查理王比较甜嘛，原萃就是好喝的无糖绿茶。OK， 原萃我没喝过，有机会再来喝喝看。草莓牛奶不是，他明明就写草莓奶茶，你怎么会写草莓牛奶？我就是对化工草莓就是真的还好，所以我会选这个。哇 ，CC 柠檬可是 CC 柠檬改过配方，你们知道吗？
以前的 CC 柠檬好像比较甜吧，我比较喜欢以前的 CC 柠檬，现在的 CC 柠檬我觉得味道变了，我不太喜欢。御茶园四季春这个我好像没有特别的印象，好吧，我假装它是以前的 CC 柠檬好了啦，我们就选 CC 柠檬。生活泡沫绿茶跟御茶园特上奶茶，我记得特上奶茶好像其实还不错诶，我觉得喝起来好像还蛮好喝的。泡沫绿茶太甜了，哇咪咯，怎么会是美样啊？不是美露吗？不是美露吗？怎么会变美样？什么意思？我对蔓越莓汁还好虽然我刚刚说喜欢喝酸酸甜甜的饮料，但是我对蔓越莓的味道就还好。啊，我其实也蛮喜欢巧克力类的啦，对啊，我最喜欢的咖啡是摩卡嘛，所以巧克力类的其实我也都蛮喜欢的。这里就给美露吧。可口可乐跟阿萨姆奶茶哦，之前做冰的时阵，之前当兵的时候，那整个贩卖机里面就是你知道，它就是完整的那个阿萨姆 collection 哦，阿萨姆的所有口味都会出现，然后就有很多平常看不到的，什么芋香奶茶，然后什么奇奇怪怪的口味很多种，反正我记不得了。真的是阿萨姆全系列都会出现，超酷的。是有一点回忆啦，还不错，还不错。啊，可口可乐哦，我们不用选了啦。等一下它一定会输给百事可乐，所以选可口可乐也没有意义，我们就选阿萨姆奶茶。手摇饮跟优酪乳不用想，手摇饮不用想仙草蜜跟 Red Bull 我也没喝过我其实一直很想试试看各种提神饮料，但我居然没喝过。仙草蜜偶尔喝一下，好像确实不错啊，没喝过我也不能给它，所以我们就选仙草蜜。咖广咖啡广场，甜的要命，超级甜，但是我喜欢。在那个当兵新训的时候，因为我们那边算我不知道反正我也不知道大家的单位有多严格，但是我的新训单位里面有分不同的连啊，我们那一连好像是跟其他连比起来特别的严格，不知道是为什么。那时候就是有比较有差，就当到有点 emo 的时候，就需要去投一个咖啡广场，就会觉得被疗愈了。所以我现在对咖啡广场也是很有感情的呢。麦香红茶跟爱滋味不要得，我觉得麦香红茶实在是太甜了，不要得比较耐喝吧。这个要选不要得，鸡脆搭个别改味，对不对？广告词也都记起来。爱立顿奶茶跟手摇饮，手摇饮没办法。雪碧跟 Fin 我觉得 Fin 好健康这么健康的饮料有存在的必要吗？喝饮料为什么还要管健康嘞？那我们就给雪碧吧。宝矿力水德跟阿华田，我觉得阿华田喝热的是真的蛮好喝的，但是如果是冰的，我就觉得好像还好。那我们今天这种天气加上我现在讲了一堆话，觉得喉咙很累，果然还是会想要清爽的宝矿力水德吧。论台湾人有多喜欢手摇，真的我都直接秒选真的不是，它的 C 系列完全没有给另外的其他口味尊重为什么只有葡萄 C 啊？但是葡萄 C 跟美露，我比较喜欢美露多一点，因为 C 系列我其实喜欢的是柳橙口味的，葡萄我其实还好，好吧，那就让这个葡萄 C 就那叫什么淘汰。好，苹果汁跟查理王，哇，有点难选如果不考虑价格啦，如果是直接请我喝的话，我就直接拿苹果汁。咖啡广场跟立顿奶绿你喜欢水蜜桃的，那个也不错，我觉得水蜜桃的跟柳橙的都赢过葡萄的。我不懂他为什么是派葡萄出来选，我就不懂。立顿奶绿跟咖啡广场好吧，我还是比较喜欢咖啡广场，真的是好甜有够爽的。纯吃茶红茶跟苹果西打。我觉得苹果西打，因为它的气泡就是蛮刺的，我没办法，虽然是个坏习惯，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牛饮台湾为好这罐斗杯
阮兜4大人拢安尼讲，都会讲你是罐头杯啊你。我们知道罐头杯啊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以前在农家算农家嘛，反正就是那种田地里面就有那种斗杯啊就在地底下钻洞啊，你就灌水进去可以把它就赶出来，这样其实是有点虐待它，可以把它灌出来。还有说灌斗杯啊，牛饮这件事情也叫做灌斗杯啊，就是你很猛的在狂喝啊。我喜欢牛饮，我觉得很畅快啊，可是苹果西打就太刺了，我就没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这边我要给红茶。白毫乌龙跟伯朗咖啡哦，这个丁不不那个超甜，好爽哦！我发现我其实很喜欢喝超甜咖啡耶。好，那就给伯朗了。维大利跟柳橙汁，维大利比较特别。好吧，果然奶茶跟水果类的，我果然是会选水果类的。百事可乐跟茉莉蜜茶，这个有点小难选耶。好吧，我觉得茉莉蜜茶比较特别一点，百事可乐，因为茉莉蜜茶你在欧美买不到，我觉得茉莉蜜茶比较稍微特别，我们选茉莉蜜茶。好麦香奶茶跟开喜乌龙茶，开喜乌龙茶比较耐喝吧，而且它是一大罐，就是你真的是比较可以慢慢，就是可以拿来解渴，然后就是对。麦香奶茶太甜了，你没办法拿它解渴，只能让你在那种很需要糖分的安慰的时候，可以撑一下这样子。阿萨姆奶茶跟生活泡沫红茶，反正都甜的要死的时候，好像喜欢奶茶多一点，会比较喜欢奶茶。好，古道梅子绿跟仙草蜜，要选的话，我会选古道梅子绿。贝纳颂跟可尔必斯哦，我不知道，我觉得甜的要命咖啡里面啊，我比较喜欢伯朗跟咖广，所以贝纳颂也没有继续竞争的必要了，我们先把它淘汰好了。好，开喜乌龙茶跟苹果汁，我觉得那个苹果汁其实有点酸耶，喝太多的时候会有一点受不了。开喜乌龙茶还是比较耐喝一点的。手摇饮跟雪碧没有比的必要啊，当然是手摇饮了。好 ，CC 柠檬跟茉莉蜜茶，因为 CC 柠檬也是气泡很多，所以也没办法牛饮，所以我也会给茉莉蜜茶。可尔必斯跟宝矿力水德哦，我觉得宝矿力比较清爽我好像比较喜欢宝矿力，虽然是都不错啦，其实我觉得那两个其实有点太像了，有点难比。维亚德跟阿萨姆奶茶，我应该还是会选比较耐喝的，所以应该还是维亚德。伯朗咖啡跟美露，那就是伯朗啦。害我突然好想喝哦，等一下去买一下。纯吃茶红茶跟梅子绿哦，果然比起绿茶，我还是比较喜欢红茶吧。维大利跟咖啡广场。我觉得这两个都蛮爽的。如果我现在只能选一个的话，我会选咖啡广场。我真的太喜欢咖啡了，我太喜欢有咖啡味的东西了。对，火蛇的淘汰里不能用罐的淘汰。手摇饮料，说实在的，手摇饮料通常都是要有加料吧，不然你喝手摇饮料干嘛？可是我其实没有很喜欢吃有料的饮料，以前很喜欢，但现在好像真的还好。所以我其实会比较想选宝矿力耶。什么手摇饮料就只能走到这里了吗？这个好像哦，这两个是蛮像的，这个有点难选。维亚德跟乌龙茶，我比较喜欢维亚德呢。好，我比较喜欢维亚德，做胖的，真正做胖的。红茶跟蜜茶。我还是喜欢比较有茶味的，我们应该选红茶。哇，伯朗咖啡跟咖啡广场都是我很喜欢的甜的要命咖啡。但我觉得咖啡广场真的好甜哦。
如果可以灌的话，如果可以喝很多的话，好像伯朗比较有办法。美亚德跟宝矿力哦，我好像比较喜欢美亚德呢。还是美亚德好了。红茶跟伯朗咖啡，我们还是给咖啡一点尊重，我们选伯朗咖啡。好了，最后就是伯朗咖啡跟爱滋味美亚德咯。啊，就是大家都有看到我 YouTube 的自介嘛，大家都有看到我 YouTube 的自介，也有看到我 Twitter 的自介。我是一个喜欢咖啡以及台语的宝箱怪啊，我们就只能给咖啡啦。第一名伯朗咖啡。怎么这么后面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大家都排62名，怎么可能？大家这么喜欢，大家这么不喜欢吗？这排到第8名，大家蛮喜欢的嘛。咖啡广场也这么后面啊，大家都不喝咖啡是不是？看一下大家的第一名，大家的第一名是手摇饮料，果然大家是台湾人，没有错。苹果西打是第2名真有啊，这个是该在前面啦，确实麦香红确实应该是在蛮前面的。什么过期饮料，什么东西？你说咖啡类的吗？咖啡广场确实好像年轻人没什么在喝啦，的确啦。好，太棒了，我们终于可以玩，我们终于可以玩万众期待的聊天室讨厌行为2选1了。6点开的台，现在9点20分，我们终于可以玩聊天室讨人厌行为2选1了。麦香红很甜，但你就是喜欢麦香奶啊，不是都超甜吗？但是好喝真的，小小一罐，给你大量的心灵疗愈啊！好啦，大家注意听啦，聊天室讨厌行为2选1，我终于可以指着大家的鼻子骂啦！耶，指着大家的鼻子骂。没有啦，跟大家分享一下啦。不过你们真的看到有你会做这件事情，然后被我骂到的，就你们就知道我不喜欢，就是这样子而已。但应该还好吧？我觉得大家都对我很好，我应该是还好。我这边的观众应该是还好。好来。一口气打了4行话，但其实只需要1句话就可以了，只为了让主播看到这个留言，就像这样子示范。我觉得还好呢，因为我觉得大家一口气打比较多，你就是想分享的东西比较多啊。我觉得你不是故意刷废话，或是故意刷没有意义的内容的话，我觉得其实还好。可能我不够红吧，可能我没有遇到那种真的是为了想要让我看到留言才故意灌水灌比较大坨的，我是没有遇过这种的，所以对我来说还好。爆破别人的台，在别人的台刷机器人，这一定不行，好不好？4行会想忽视哦。我是还好，可能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我这边的聊天室动的就没有那么快，所以我都看得完了，我就没有这个问题。爆破别人的台，这一定是不行的啊！这个太靠腰了，这一定不行。替来访聊天室的主播要扳手，这个蛮尴尬的吧？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可以以一个 VTuber 的身份来告诉大家为什么最好不要这样做。你就不知道那个，你就这个，因为很多人的台规也会写嘛，就是会写说，请不要在我这边提到别的主播。为什么会有这一类的规定？就是因为你也不知道这2个主播之间的关系好不好啊？就说不定他们有什么过节，他也不可能直接跟大家讲嘛。当然，也不一定是要说这么负面，可是就是你不知道这些人之间是什么关系，所以你去提人家，去说要给他扳手，或是为什么你们不合作？就是你们为什么不一起出一个 cover 啊？就这一类的问题，其实就是会让开台的人还蛮困扰的啦。
就像你过年回家，你也不想要被长辈问说为什么你还不跟你女朋友结婚，或是你为什么不跟那个谁谁谁在一起，就你就不会想要嘛，所以你知道的。对，你也不知道他们有仇没仇，就是这样子啊，所以最好不要。而且扳手这件事情，就是每个人发扳手的标准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只想要给他熟悉的人啊，有些人的扳手是不会发给主播，只会发给他就是真正的管理员这样子。啊，像我的话就是我就是有合作过的，或是我私底下确实比较熟的，或是反正就是我也有我发扳手的条件啦，就大家应该有注意到我没有再发给观众的，那就是每个人发扳手的他想要的那个他想要发扳手的那个条件不一样，所以就是你就这样讲好凶哦，你就管好你自己。发扳手是主播的事，就是不要帮人家争取，人家也不想要。好，再来，台主不论做什么都夸，台主说什么都最棒，我觉得没关系啊，你们可以多夸我 OK。全肯定观众应该，我觉得没有到很不好吧，我觉得 OK， 那一定是这个啦，一定是就是帮人家要扳手，这个比较讨厌了。好来。一直想被 ban 的抖 M， 没关系，我就成全你。好，直播已经有贴说没办法用英日文沟通，还是用英日文留言。这个确实，这个就我可以理解啦，我是没关系，因为我不在意，就是你知道，我觉得有留言，你知道那个聊天室很活跃的话，对那个演算法听说是会有帮助的吗？所以我 OK 啊，你要用什么看不懂的语言留，我其实都没关系。可是有些人不想，因为他也不知道你留了什么呢。就是你用一个他不会的语言留言，他看不懂啊，他会觉得困扰是正常的吧。所以就对，所以也呼吁大家啦，就是如果有一些主播他看起来不会台文的话，你不一定要，就是你可能就是不适合一直留很长串的台文，然后还希望他回复，尤其是如果你留全罗马字的话，他真的有可能看不懂，那他就会不想看，他就会觉得你很烦。所以当然你可以问问看他会不会，或是你可以自己想办法旁敲侧击看看他会不会。但是我觉得如果你确定对方看不懂，然后你又贴给对方看的话，有点没意义，你就是单纯制造对方的困扰啊，你自己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所以我是会劝导大家可以不要这样做。对，好。那我觉得想被 ban 没关系啊，想被 ban 就 ban 啊。对，就是主播你真的看不懂这个语言的话，你真的会觉得很困扰，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骂人，还是不是在讲什么不好的话，你也不知道该不该 ban， 就会困扰，就是会困扰。好，一直将话题延伸到自己身上，狂聊自己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难免吧，就是尤其是。毕竟我也不是大台，因为我觉得我的观众跟我的距离比较近吧，就是我跟大家比较像朋友，就比较近一点。像我也会跟大家讲一些我有些那个有的没有的生活小事啊，我知道大家也会跟我分享啊。可是有一些人的台，他的那个气氛就不是这样子，有些人就是有些 VTuber 就是要当偶像。虽然当不当得成偶像是另一回事，反正也不是这样讲，我开玩笑。但是就是有些 V 他跟观众的关系就不想要是这样子。那如果是这样子，你一直狂聊自己的事情的话，他第一个是他回你这个，他其他观众等于被他冷落嘛，所以就有点尴尬。对啊，但我跟我的观众好像还好嘛，我觉得我观众之间有些人是蛮互相关心的，所以反正这个。有点看人，那就也是可以的话，最好不要，因为主播他开这个台，他就是想要做这件事情，他就是想要开这个主题给大家看，所以你一直让他离题的话，他也会蛮尴尬的。对啊，如果是我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我就是会就暂时不理你这样子，就是我还是要顾我的表演嘛，所以就比如说我在忙着讲我的今天的主题的时候，你一直刷你自己发生的事情，我可能也不会 ban 你啦，但是我就是会当作没看到。对啊，这个也就是对每个人不一样，但是我相信对一些主播来说蛮困扰的啊。我是还好，我就真的是当没看到，讲真的。好，圣诞节刷帕多鲁哦，如果主播没有想要玩这个梗，然后你又狂刷的话，就是很烦啊。
我是没有遇过，但是如果主播没有想要玩的梗，你还一直刷的话，应该是蛮烦的。我会比较不喜欢这个。好，来，直播一半的时候跑进来，现在在玩什么游戏？我怎么看不懂？有人可以解释一下吗？这个是蛮烦的，蛮烦的。对，就是你可以看看说明栏，或是就你懂吗？就是如果有一群人聚在一起，然后他们我想想啊，反正就是如果有一群人聚在一起聊天好了啦。啊，我知道。有一个人在台上讲脱口秀，然后下面有一堆观众啊，你迟到你就跑进来，然后你跑进来之后还问旁边的观众说：“现在脱口秀讲到哪，在讲什么？”你不觉得你很靠北吗？就大概是这种感觉，好啊，右边我 OK， 极度冷笑话我最喜欢，我自己也很爱讲，这个一定可以，好不好？大家尽量讲，我最爱了，我会直接偷去用，绝对可以。好，再来，左边那个不行谁出来？我知道你在看台，就是刚刚讲过的啊，就是大部分 VTuber 应该普遍不太希望你提到其他主播，所以如果你是直接说那个什么礼物出来，我知道你又在偷偷看不打字，然后这样就蛮靠腰的，标准错误示范，不可能真的在看台吧？对啊，对，就是这种感觉，当自己主播啊。对啊，或是如果你是 Q 一个观众出来，也怪怪的吧？对，有些话主播可以讲啦。说实在，就是如果是我今天就突然喊说：“哎，雾系要跌不？要我在看不？”好像还好。可是如果你是一个观众，你这样喊的话，我不知道会感觉就是因为有些主播不喜欢这个感觉，是他明明在表演，然后你自己在跟其他观众聊天，有人不喜欢这个感觉，所以也有可能会给主播这种感受啦。所以我是觉得可以避免。好，再来，只在聊天室跟着刷表情不说话，我觉得还好啊。尤其是歌回嘛，歌回的时候大家比较不想要打断你，所以可能当然会说什么啊好好听，或是啊这句太赞了，这种会。但是歌回的时候，大家因为就不会讲太多太复杂的内容，不然可能会让人家分心，没办法好好专注在你唱歌啊。这种时候刷表情，我觉得还好。啊，老话一句，就是听说聊天室有比较活跃的话，对演算法还不错，所以大家可以狂刷表情，我不介意哦。只是你刷太多，如果被系统判定是垃圾讯息，那个我也救不了你。但是我觉得适度刷表情啊，不讲话也没关系啊。或者是如果你知道你语言不通，你就不会主播的语言的时候，你用表情符号，我觉得其实也没关系，我觉得这还好。所以是左边比较讨厌。对，就是这样。对，你们就刷，没关系，多刷一点，活跃一点，把我直播推出去，靠你们了。好，左边这一样嘛，提到别的主播，你为什么不跟谁玩？什么时候要跟谁玩？这个蛮尴尬的吧？就是说不定他们以前合作过，然后之后就对彼此深恶痛绝，再也不想合作啊！你还问就很尴尬。或是可能有其他跟对方之间，或是就是可能双方都有一些不能拿出来讲的事情，就不想讲，就最好不要这样问。我是没差啦，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是不 OK， 大部分的主播是不喜欢，所以不要。但有一些 VTuber 比较特别，会说没关系，会说可以提。我有看过有人的台规是说，我有看过有人我觉得很酷的台规，他是说可以在聊天室聊自己的话题，不管主播，你们爽比较重要。然后他同一个人他还有一个台规是可以提，好像说可以提别的主播吧，但是就是他可能就是不会接而已。对啊，我是没差啦，你们要提别的主播，大不了我就当没看到嘛，我不方便回你，我就当没看到而已。所以随便啦。好，右边这个不用讲吧，这大忌耶。就是如果你知道他是转生的，你还去提他的前世，不用讲啊，那是不行啊。除非他是有公开讲过可以，但是这个是极少数吧，这应该是极少数，绝大多数都是不可以讲的。对，而且像有一些企业是它就是会有规定说你就是永远不能揭露说你曾经是谁的中之人，这种事情不能讲，所以他根本就不能接你的话。这个也不只是台湾，就是各国的 VTuber 都会有，就是企业是很常见会有这种规定，所以你讲了，他也只能当作没看到，但是他就会很尴尬，他就会接什么也不对，他否认好像也不对，他承认好像也不对，
反正不用讲了，大家都知道啊，反正就是不要这样做，绝对不要这样做，绝对不要这样做。歌回故意发语音抖内打断，我不知道我想的比较多啦，我觉得如果是我遇到这种事情的话，我以后就会记得在唱歌的时候把那个语音抖内的语音关掉，把那个截取关掉。这个我觉得有钱给我是会开心的，所以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还好一点。那自以为是聊天室管理员骂聊天室一些新来不懂规则的新观众，我觉得这个也蛮雷的哦，这个也蛮雷的，因为其实说真的，直播的聊天室给观众的感觉很重要。如果新观众他在聊天室讲个话就被骂，他可能就会不想待下去，然后你就会害你的主播损失一个新观众，所以对你的主播其实是不太好的。所以我觉得右边这个其实很雷。左边对啊，左边是主播可以自己处理的问题，右边不是，除非要把你 ban 掉，所以我觉得右边比较不好。从台主说的话推断他住哪或是行程，这个不行啦。就是大部分 VTuber 都不希望自己的坐标被知道嘛，除非他有直接讲了，但通常是不希望的。左边也不太好啊，右边的一直刷广告，也不太好。但我觉得哪个比较头痛？我觉得左边比较头痛，因为左边他今天预测完，他可能跑去跟别人说，他可能在 DC 群跟别人说，或者他直接发一篇文跟别人说。对啊，这就是有点犯罪啊，这个我觉得很不好，这个真的很不好，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啊。右边那个刷广告，我可以直接 ban 你，我直接 ban 你，我就可以，我应该就是解决问题，剩下就没我的事了。所以我觉得头痛程度是左边比较头痛。好，再来，暴雷仔，暴雷不太好啦，就是如果主播没有特别说的话，你就应该要认为他不想被暴雷，我觉得这是基本礼仪，所以蛮不好的，蛮不好的。对，右边的 ban 掉就好，左边的 ban 也来不及了，因为他已经讲了，大家已经知道了，或是他可以在自己的其他地方发，那个会蛮困扰的。右边主播安安，为什么不理我？为什么不跟我打招呼？我右边我可以。老话一句，你多刷一点没关系。我的那个聊天室越活跃，越可能被推出去。我可以。你真的太烦，我再把你 ban 掉就好了。火蛇安安，宝箱安安，蜡烛你好，白羽安安你好，狐狸你好，这样可以吗？左边比较烦，右边我觉得其实还好。主播我12了啊！真的我今年6岁。你们是马上开始错误示范，我说还好，你们就开始尽量。真的啦，真的还好，我觉得真的还可以。突然在聊天室反复推销行销，这跟那个刷广告感觉有点像你就是说疯狂的一直说，主播可以买这个东西，我觉得超好用的，真的，你一定要试试看。我觉得左边还好，左边就是小朋友看台啊，左边就只是刚好有小朋友跑来看台而已吧，我觉得还行我觉得其实还行。右边比较烦，但说真的啦，这种行为真的太烦，就是把你 ban 掉。啊，是哦，左边不是臭小鬼讲自己年纪的意思哦，我以为就是小朋友来看台而已。啊，所以是什么意思？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啊，我没差啊，你们有办法啊？我长这个箱子的样子你们有办法啊？你有办法随便你啦，没差啦，随便啊，你的问题，我又没关系，不痛不痒，你就对啊，随便。我还是回到看不懂的状态好了。好，对啊，你们有办法都随便你啊，我随便啦，别 game 几 day 吧，青菜啊。但是对，如果有些主播不喜欢，你们就不要。我快化身了，没关系啊，你有办法就随便你啊，
算了啦。当然这是要看人啦，有些人就是他就直接说我就是要当网黄，所以没关系啊。但是有些人当然是不行，因为说真的，人家如果不舒服，这就是性骚扰，就没什么争议，就是性骚扰，对。所以自己小心哈，你要很有把握，非常确定人家可以，才可以这样，不然好像要告你也是可以的。对啊，我是真的没关系，你们随便，你们有办法就算了，随便。好，再来，一段时间就换一个账号，假装是另一个人。有时候新旧账号在聊天室自己演戏，可以啊，你们就演啊，就帮我多制造那个很活跃的聊天室，我没关系啊，这样我观看时数应该也会多一份吧？这个可以哦，左边我 OK 哦，右边标题有写的孩子问这什么游戏，这个就很烦了啦，这个就就是自己不看字，那肯定是右边烦。好，集体玩梗玩过头。我觉得这就有点像刚刚说的，如果你们是玩梗玩到已经忽视主播在干嘛了，就变成是你们聊天室自己玩得很开心的话，有些主播就会不喜欢。对啊，我好像还好啦，但是就是告诉大家，有些人会不喜欢，你们就是刚刚也有解释过为什么，你们就自己体会一下那个气氛。主播要记得喝水哦，主播小心，主播没事吧？主播喝水吗？这个我也可以耶，就是没关系啊，你多刷一点，我觉得那个聊天室更活跃，我就喜欢这个活跃的假象。我觉得右边我可以哦。这两个选一个的话，我好像比较喜欢右边诶，因为比较有那个制造虚假的活跃。好，比较不喜欢左边，所以我先选左边。好，哇，这个有点难选。火蛇饮水200cc， 好，饮水200cc 开始。我这水壶超大，我没办法直接拿起来。我要写喝水小卡吗？应该不用吧。好，指示厨哦，指示厨是有点烦，就是他也不是你在开喝水小卡，真的假的？没有那种东西，报告没有。不是台也不是你在开 ，OBS 也不是你在弄，游戏也不是你在玩，是在，对啊，就会有点烦。但是右边比较烦吧，乱抖内还要求退款，这个是真的很困扰这个会蛮制造困，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退，但是就很困扰，然后就是对啊。就是你叫什么？你看到一个街头艺人，你觉得他很不错，你就给他投了200块，但是之后你想一想就觉得，我还是要回来好，你跑去把那个钱要回来，哪有这样子的？果然是右边比较讨厌。什么？我喝水不能这样喝，还是这样？我不能这样喝，我用鼻子喝才对吗？我试试看。不对，我没有鼻子啊，我就没有鼻子。好。什么话都用超小额抖内说可以呀，有抖内怎么会不可以？右边替台主跟其他观众解释台主的近况。哇，这不是我最喜欢的那个吗？就是有一些亲戚啊，他也不直接问你，他就硬要问你的爸爸妈妈，问说那个谁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怎么样啊？然后你就在旁边呢，为什么不直接问你呀？就是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啦。就是当然因为我的是小台，所以我可以亲自解释，然后我如果觉得我现在不想讲这个话题，我就是不讲而已，所以其实还好，我觉得其实还好。没有啊，就是你们在聊天室多聊一点，我其实没什么损失，所以我好像这两个都还好但是超小额抖内的话，有抖内呢，我应该比较喜欢左边吧，我就是看到钱就会比较开心，所以我们先淘汰不对，右边比较讨厌，所以我们先选右边，因为他这种可以啊，如果在厕所这个一定可以啊，或是现在忙着打关卡那个可以，这个可以，对。但如果是那个
另一种境况，就是真的最近发生什么事的话，有时候别人解释会解释错，我就会觉得你干嘛不直接问我，这种感觉。好，确实没办法立刻回答状况，帮忙解释一下是还不错的。那也可以用超小额抖内解释哦。好，明明常常来的人在那边初见安安，我觉得，还好吧，就是你就会想帮忙速答，可以，我真的没办法回答的时候，真的是靠你了，靠你了，你说到做到，靠你了。常来的人初见安安哦，因为我记性真的很差，所以我如果真的不太记得你，因为不是每个人那个聊天室都很常在打字，所以真的会有可能会不记得你是谁，这种事情会发生。啊，你就自己在那边喊初见，我就真的以为是初见啊，然后之后你又不爽，你又受伤，那个真的是就我也不是故意的啊，但我真的记不住，对，所以会有点困扰，右边就很多人抓不到那个分寸。银白小钥匙初见安安，少来，刚才看到你，记性差也没有太差，好不好？啊，右边这个仗着自己跟台很久，当自己跟台主是朋友，讲话没礼貌，可能我比较还好吧，就是我这个也是每个人的那个经营方式不同，像我是对礼貌没有太在意，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太没礼貌，让我很不爽，我就是会无视你或是 ban 你，对。所以这两个的话，其实我觉得左边的状况我比较困扰，因为我真的可能会记不得哦，然后你就会觉得很受伤哦，然后我就会痛失一个观众，我就很难过，所以不要啦，我觉得左边比较困扰。无缘无故一直骂脏话，我是觉得还好因为啊，你被 YouTube ban 是你的事啊，跟我没关系啊。但如果你影响到其他人的聊天室体验，就是如果你是没有意义的刷一堆脏话，然后让聊天室的其他人觉得不舒服的话，我就会把你 ban 掉。对，右边这个也蛮尴尬的，因为我想他说的谁谁谁在唱你的歌的意思，应该是在唱你比较会唱的歌，而不是你的原创曲。因为如果有做原创曲的话，有一些人就是愿意被 cover 的，所以我觉得这种事情，如果是这种状况的话，我觉得可以讲。可是如果只是因为我比较常唱，或者我比较会唱的歌，然后对，因为这就很困扰嘛，就是你在我的台跟我说，就是跟大家说另外那个谁在开台，这件事本身就很尴尬，就是你就跑去什么。你就跑去什么阿妹的演唱会，然后跟那边的其他在听演唱会的观众说：“现在阿丽也在开演唱会，什么意思啊？对，所以我觉得右边比较雷，右边比较问号。对啊，我刚刚第一个看也是想要原创曲的情况，这种的话可以啦，我觉得这种的话可以。可是大家平常在讲，我猜比较常讲的可能是另一种，那个就有点皮哦。一进台就开始自说自话，每一次都要打好几句，这个有点类似吧，就是只讲自己的事情，然后要打一长串。右边的话是在聊天室点歌，主播没有回你的话，你就说你是不是不会？这首歌很有名你没听过啊？我觉得这个感觉比较差我觉得右边比较让我感觉比较差一点，就是对啊，主播没有回你，有可能就是他真的不会啊，或者是他可能因为一些原因不喜欢这首歌，或是不想唱这首歌。原因可能有很多啊，可能他就真的不喜欢，或是他会被版权炮，或是他不会唱怎么样的。就我觉得聊天室就是这样，如果你问了一些问题，主播没有回你，他可能没看到，或是他可能就是不想回，那你就不要一直问比较好。对，啊，没看到的话，你也不一定要再多刷几次提醒他，我觉得真的不需要，因为很多时候他已经换下一个话题了，那个事情就让他过去吧。就是聊天室的留言没有被剪到，是蛮常发生的。希望大家不要太过分去在意这件事情，因为只要你喜欢的主播他稍微变大台，他只要流量稍微有起来，他就是终究没办法剪到每一条留言，所以大家自己要有心理建设哦。那如果你很喜欢被剪留言，你就是
一定要看小台才能得到这种快乐的话，那你就只好去找小台来看了，也没有不行。哦，对啊，这种也是有可能啊，会唱，但是音域是比较难维持的音高，反正就是可能因为诸多各种原因而不想要唱。那主播也没有解释的话，他就有可能不想解释，或是不方便解释，那就不要一直问比较好。对，所以这两个我比较不喜欢右边啦，因为说真的，就是虽然说主播都可以假装没看到，但是右边那种情况是真的会影响心情的，就是有些人被聊天室影响到心情，他就会不想继续开，他就想关台，你知道吗？会有这种事情，所以右边还是比较雷，右边还是比较雷，至少对我来说。好，互相认识的观众突然开始聊跟直播无关的内容，我没关系，但是应该蛮多人不喜欢的，就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你来看人家直播，你就不要自己，就是你就不要自己私下聊得很开心嘛，你来我这边干嘛？有些人会这样想啦。但是我是流量派的，我觉得只要你让我聊天室变活跃，不要到太夸张，我应该是可以容忍的。但是你如果太过度影响到那个其他观众的体验，我会在视情况把你 ban 掉，那就再说吧。哇，右边这个好讨厌哦，就是你自己做错事被 ban 之后，又在那边问为什么被 ban。我觉得这种状况有可能是我听起来，我觉得很像是你已经被 ban 了之后，你还用一个第二个账号，或者你再创新账号来继续一直问啊，这个有点过分了。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过分了，所以右边比较雷吧。而且聊天室是拿来干嘛的？聊天室是拿来让你可以留言，让主播看到的，或是跟其他一起享受这个直播的观众聊天的，不是给你问这种只有你在乎的问题的。对，所以我比较不喜欢右边。好，连续同一个人连续留超多留言洗屏，整个聊天室都同一个人，我觉得这还好欸，因为本来大家那个每个人活跃的程度就不一样啊，像有些人就是开着当什么工作的背景在听嘛，或是就不想讲话嘛，所以可能就是什么久才来一句，或者是就没有一直留啊。像当然每个台的那个大小不一样啊，像我这个大小就是就没有很多人，所以有时候如果我聊的话题只有一个人或两个人比较想参与来聊的话，就有可能就是一排大概都是同一个人的讯息，但我觉得还好。对啊，要看是故意洗还是就只是比较常讲话啦，是有差。像现在就是整排都是那个一头上的留言，但是就不是故意的啊，就只是因为其他人可能刚好没有想要讲的话，或是就在忙其他事情啊，这就很正常，就是非常正常啊。有人跟我互动，我当然是比较开心，就是比较有那个。做直播就是会希望及时可以跟观众有点互动嘛，所以现在的这个状况是非常好的，没有问题。如果是故意恶意留言洗屏，确实是不太好，那被 ban 也是合情合理的。踩一捧一不行啦，踩一捧一就网络上的大忌啊，就大家都最怕踩一捧一，然后你在直播的时候去提其他的 V 或实况组，就本来就是一件比较雷的事情，所以我感觉右边比较不好散播自己的政治思想，这个就要看那个立场跟我有没有一样了。如果立场跟我没有差太多的话，我应该是没关系。我的立场是什么？你们自己感应一下，或是你们就不要聊政治不就好了？对，但是在蛮多台应该都不想讲这个了吧？就是基本道理啊，就大部分人开台是想赚钱的。那如果没办法，就是如果你的频道讲比较多政治内容的话，可能业配厂商就也比较不敢找你。大家都还是喜欢避谈政治的，对，所以就最好不要。踩箱子捧舌头可以吗？不要，好痛哦！捧舌头是想干嘛？什么意思？这个一堆人都不行呢。台语 V 应该大部分对大家知道就好，对啊，对啊，所以我还好啦，我好像还好。好，右边以为自己花钱就是大爷，一直说主播没有感谢他。那个
你花钱你就可以当大爷，可以，只是我不退款啦，但是你花钱，然后你就想要每天说，我有花钱，你要不要对我好一点？可以，没关系，可以，钱来就好。你也可以只花钱，然后那个开台爱来不来，其实也没关系，有钱好说，有钱我就会感谢你，我一定不会没有感谢你的，对。但确实有时候，我猜右边讲的情况可能是，你知道有些人就是给的就抖内的也没有说很多，可能就是抖个一杯麦香红茶的钱，然后就觉得是天大的恩惠。如果是这种情况，是确实会比较困扰啦。这也是有时候也是蛮困扰的，但我觉得普遍来说，左边的情况比较困扰吧。而且，就虽然我没关系，但是我的观众可能不想看这个内容啊。尤其是如果我今天的开台的那个主题就没有关联的时候，这样其实会吓退蛮多人的。因为你知道，有些人是看到政治内容就很害怕，就不想待在这，所以左边对我来说比较累。好。名称里一堆其他主播的粉丝名，自己的名字没几个字，粉丝名一长串，我觉得无所谓啊。不是很多人会取这种名字吗？就是他把他喜欢的3、4个推都放在他名字里面，然后就说是什么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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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狗这种的，这个我觉得还好，但是我就会不知道怎么叫你的名字，你要有心理准备，就是如果你取这种圣诞树名字的话。挂一串其他主播的粉丝名，我叫不出你的名字是正常的，好吗？那就没关系啊，我觉得没关系啊。你想要告诉全世界你多爱这些 VTuber 又没关系，对，但是我会叫不出你名字哦。对，这个没关系，我觉得还好，个人自由啦，个人自由。右边就不太好了啦。主播做企划的时候，一直说某个人也做过类似的内容，这个就蛮尴尬的。就是因为也蛮常有一种情况，就真的没有互相参考，但是就真的想到一样的东西，这种情况也会有啊。你提这件事情就会有点尴尬，提了就会有比较，或是提了就也许就会有些人想说你们是不是互相参考了，就会有点不好。所以我觉得右边是会有点困扰的，左边真的还好，谁谁谁关台了，所以过来了。你就是直接说你就是备胎啊，你就直接说主播是你这个备胎，我觉得不感觉会比较不好啊。如果是降落的话没关系，降落是超级欢迎的，就是大家会很开心。我说的大家是只有我，好吧？主播应该开心了，降落的话 OK。但是你是说，我刚刚喜欢看的人关台了，那我就勉强看看你吧。可是大部分人会觉得蛮不舒服的，所以可以不要问一些无关实况的问题。不知道我觉得就顶多就会当没看到啦。就比如说，你就问一些不是现在在聊的话题的问题的话。好像也是会有，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开这个2选1企划，然后我们在玩那个饮料2选1的时候，就突然就有人跑来就说阿慧你最喜欢吃哪一种面包？就刚刚也没讲到面包，你就突然问这个，确实会有一点困扰。对，我觉得这好难选哦。其实我觉得都还好，就是都是轻度的困扰，但是没有到很严重。但我觉得左边。应该给大部分的人的感觉都蛮差的吧，所以我们先选左边比较讨厌好了。虽然我还好，我觉得你有来我都很开心。就对啊，就其他更好看的 VTuber 存在那是合理的。酒后乱言是怎样？观众喝醉酒打一堆屁话。那右边嘞？右边是把台当心理咨商室，抒发伤重病或分享私事，感觉没有差太多右边就是也是一直在讲自己的事情而已啊。可是右边好像比较强调的是，你可能讲一些
比较负面的，所以可能会让别人更不想看到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比较不喜欢右边。左边那个酒后乱言，你如果讲什么很好笑的话，我一定公开笑你，好不好？没关系，你欢迎大家就是喝醉酒之后来我的台乱讲话，我就公开笑你，然后把你剪成精华，然后流量都是我在收割，也没关系耶，可以耶，可以耶。大家如果那个喝醉酒想要乱讲话，可以来我的聊天室乱讲话哦。好，那我就选右边比较讨厌吧。好，再来，观众场一起玩过一次之后，就把主播当老友，发言变成命令式。哦，这是那个啊，指教的那个感觉吗？命令式的话，大家应该都不喜欢吧？就算是老友也不会喜欢你用命令式的语气吧？我觉得左边给人感觉是不太好。右边哦，右边这不是那个大家最讨厌的表情符号等于吗？但我觉得还好欸，我觉得你就只是想刷个表情符号而已。那我觉得还好，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左边的感受比较差，我们先选左边。好啊，左边这个好烦。主播这跟你联动的是你男朋友吗？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有女朋友，所以我想一下怎么说。就算不知道，也不应该这样问。但是因为大部分的观众比较有常跟台，会知道我有女朋友，因为我有时候讲就是生活小事的时候，都常常会提到。但是如果是已知我有固定伴侣的情况下，然后我邀了其他的来宾来联动的时候，你还给我问说她是不是你女友，或是她是不是你前女友，我就觉得你是在靠呗。对，虽然就是如果你就是对啊，反正就是我就当没看到嘛。但如果你一直问，我真的觉得你很靠呗，我就会把你 ban 掉。这个合理吧？这很合理吧？就是你就算是把我当朋友，那你对你日常生活的朋友会这样吗？你就是想被揍嘛？对啊，简单来说就是这样子。对啊，没事，反正就是对，无论知不知道都很雷，因为你就不应该，因为这种玩笑本来就是比较会很容易让人困扰的玩笑嘛，所以你就是不应该预设对方可以接受。对啊，就这个就蛮雷的。对，那我觉得如果你做这件事情然后被 ban 掉的话，我觉得其实还在合理范围内，活该啦，活该。右边抖内垃圾笑话打断话题，我不知道因为我很缺钱吧，所以我可以接受。而且我就很喜欢烂笑话，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没关系。你可以现在就是说明栏里面就有抖内连结，可以试试看哦。好，一定是比较喜欢，一定是比较讨厌左边，这个不用讲。好，因为觉得有些内容有点像，所以我以为已经进到下一阶段了，还没吗？好累哦。自己跟台很久，对新来的观众没礼貌，这不是刚刚讲过吗？奇怪啊，因为数量的关系，所以重复参赛吗？另一个是问了台主问题，结果莫名的被其他观众嘴烂。这个是其他观众的问题吧？就是有人问了台主问题，但有其他坏观众就是嘴烂，说他无知。我觉得这两个太像了，这两个太像了。就是我觉得他们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情，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有部分观众的行为影响聊天室的气氛，然后导致让主播可能没办法吸收新观众。所以我觉得其实蛮类似的。其实我觉得右边是被包在左边里面的啦。就这件事情本质上就是很没礼貌啊。但可能不一定是新观众，但是就是一样，就是某些观众对其他观众没礼貌，我觉得是一样的。那我就选左边，因为我觉得他包比较多，所以我先选他。好，再来，主播做了或说了不恰当的事，然后本人还没回应，观众反而不断说这是他的风格，这个我比较 get 不到啦。所以是怎样，失言或是口误之后吗？本人还没有做下一步的回应或是处理，但是就有些观众就一直说他就是这样子啊，他平常就是这样子，是这样的感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是确实蛮困扰的。就是你就是贴了这个标签在你的那个主播身上嘛，所以可能不太好。
主播可以露脸吗？右边我觉得还在可以处理的范围，就是当然有些人不懂什么是 VTuber 啦，所以会这样问。如果你知道什么是 VTuber， 你还这样问的话，那就会跟你说啊，这就是我的脸啊，有什么问题吗？我就是个宝箱啊，就有什么问题吗？所以我觉得还好，我觉得右边还好，那果然是左边比较讨厌吧。左边也不行啦！直播里面录到环境音开始当侦探，推敲主播的地理位置之后，说在关心这是这就是犯罪，这就是犯罪，这没什么好问的。好，右边在 QA 台问能不能去滴滴，我觉得还好啦，就是你知道我不是说你们，但是我觉得只要有开 QA 台或是表单台，都会有心理准备，就是会有一些投稿就是来乱的。或是会有一些就是想搞笑，或是没那么有点不正经的投稿，就是我们都会预期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要么就是当作没看到，要么就是算了随便，反正丢脸的是你又不是我，所以就没关系啊。我觉得右边还好左边真的恶啦，左边真的太恶了，左边一定是不行的。分页合并是什么意思啊？分页合并我就不懂了。这个我是真的看不懂，分页合并，这是什么网络流行语吗？让我来看看。好，我不知道，所以是复制贴上吗？还是怎样？左边特别提出主播的缺点，就确实感觉不太好吧，就是。但我觉得我可以接受，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不是每个开台的人都想要被指教，所以你应该对朋友也不会没事就一直提他缺点吧？就是如果你会的话，那你应该也是个蛮难相处的人，所以建议不要。但是如果有特别说可以的话，另当别论。像我就是大家因为我台语，我很多观众的台语比我好，所以。如果我讲错什么的话，我的观众要指教我台语，我是非常欢迎的。但是一定不是每个主播都想要这样，所以你们自己要抓那个界限啊。因为这个对我个人来说还好，所以我先不选它。虽然我不知道分页合并是什么意思，看起来像复制，就是同样的东西复制贴上吗？是有点烦。那我先选这个。哇哦！主播你唱的好烂，我阿嬷都唱比你好，没关系啊，欢迎大家攻击我，我觉得蛮好笑的。这个我可以，但是一定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吧？有些人是真的会觉得受伤的，所以最好不要。哦，当备胎的意思是分页合并是吗？分页合并是把人家当那个备胎的台在看这样子啊。那确实感觉蛮差的。一进来就要主播搂搂亲亲抱抱，因为有很多人就是不想要经营这种路线的，所以应该就普遍应该会觉得蛮烦的吧。我也没有要经营这种路线，所以大家不用想。我只是就是你们开一些奇怪的玩笑，我 OK 啦，我无所谓，反正都你们在讲啊。但是你要我提供这种类型的那种恋爱感的这种服务，没有。太烦就 ban 你哦，对，就这样。那我觉得右边比较讨厌因为有些人被说唱的很烂之类的，是真的会难过啊。我还好，我知道我本来就唱的不怎么样，所以没关系啊，就随便啊。然后我唱的烂，你还不是很爱看，你就来啊，你来看我一样很感谢，好不好？所以你们要说我怎样，我真的随便。说到这个，我其实曾经想过开那个，就是对啊，真的还在直播，我真的下不了班死定了，我没有想到这么多，而且我还有委托还没做完，完蛋了。我刚刚讲到哪？刚刚讲到，老了啦，没有啊，讲到大家可以骂我没关系，就是不是有些人会开骂倒台吗？就是给观众那个骂倒福利。我曾经有想过要开一个逆骂倒台，就是我给你们骂。我觉得好像蛮好笑的。之后有机会再来开。
对，我觉得我的那个心理的承受能力还可以，有机会来开看。好对于在杂谈的 V 主播说啊，今天怎么是杂谈？我比较喜欢听歌回。如果你家里爸爸妈妈会煮饭然后你都不用负责煮饭，就在你爸爸妈妈煮了那个，我随便讲，比如说你爸爸妈妈今天煮了这个咖喱饭，然后你就跟你的爸爸妈妈说，哦，今天怎么是煮咖喱饭？我比较想要吃炒饭呢，你有没有被揍？就这样讲完了就是最好不要这样。好，就台也不是你在开，歌也不是你在唱，杂谈也不是你在弹，是在好右边。指使其他人要感谢某观众的赠订或抖内我会感谢的，我一定会感谢的，对可是指使我不知道因为对，台又不是你在开，你直接靠背杀，对，我觉得大家都讨厌指示厨吧，但是因为我可以理解，就有一些比较大台的话，如果你是比较小额的 SC， 或是你赠订。或是正会集这种东西，不一定每一个都会捡来感谢，因为有时候有些主播他觉得他当下推进他的节目，或是跟大家优先做其他互动，对他来说更重要，他也是照顾到其他观众，对，所以有时候就是大家抖内的心态要健康啦，就是你就真的是在支持你的主播，所以如果你是希望他感谢你，或是你只是希望他给你什么就是情绪价值的话，你就抖大一点吧。如果你觉得抖太小，他没有给你情绪价值，你就抖大一点嘛。就他有他的选择，你最好还是调试自己的心态比较好。对对，反正我相信，就是主播如果小的 SC 不减，或是正会集他没有特别感谢，他一定有想过，他一定有他的用意，你不一定要提醒他，你也不用提醒可以，但你可以不要指示他。就是反正如果他就真的是故意太小了，他看不上眼的话，那大不了之后就没有人抖他而已，就是这件事情轮不到观众来管。对，虽然你要去指挥也是你的自由，但是就是不建议啦，就是你不会从中得到太多好处，所以你可以不要这样做。好，这两个哪一个比较靠背？其实我觉得左边比较靠背。就是对啊，就是你爸爸妈妈煮了咖喱饭，就说可是我想吃炒饭，饭也不是你在煮，锅子也不是你在洗，就是这样。是我觉得左边还可以耶，料理台说有反光，有反光。好啦，我觉得这个有一个风险啦，就是哎呦，留个架上，真的赞助了100块，救命！念给大家听，这个太棒了。什么岛最热？套中岛。这个蛮好笑的，这个真的蛮好笑的，这个没听过，这个好，这个好。对，可是这个提醒有2层意义耶。第一层是你提醒主播要注意有反光，可是第2层意义是你提醒了没发现的观众就是本来没发现的人听到就有反光可以看，所以就是确实有点尴尬啦。但是可是对啊，你会想提醒主播，就是可能他也是出于好意吧，他也没有意识到，就是他会让没发现的观众也发现了这件事情，这个我觉得蛮尴尬的。但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回到主播自己身上，他自己要保护好自己。这个对，没错，真的是双刃剑，真的是没办法私讯主播就算你用抖内的，他也有可能像刚我这个直接打在荧幕上，那大家一样看得到，所以这个真的没办法。这个我觉得是回到主播自己身上，他自己要想办法的。因为说真的，今天就是大家都没讲，但是其实已经有人发现了，你防不到你防不到没错，无论是 DC 还是推特，就算私讯得到也不一定来得及，因为有些人开台的时候是不会看这些地方的。像我，因为我电脑有时候跑不动太多东西，所以我开台的时候，除非联动，不然我 DC 都直接关掉。然后你直接打电话也不一定比较好，因为像我开台的时候，我电话也是关的，不然我家人有时候随便乱打电话很吵，所以我其实都关掉的。对，所以确实会联络不到对，我觉得料理台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东西，所以主播本身要特别小心。对，
这个真的有点没办法，这个真的就没办法。嘿，右边一直试图说服观众或是 V 不，说服台主或是 V 接受个人观点、剧情内容诠释，这个蛮烦的吧？就是接受什么样的剧情诠释，那是个人的自由。然后我觉得这个重复性也蛮高的吧？就是你一直说服这种东西，你就是指教厨啊。然后而且还是那个人家不接受你就不罢休的这种，这个有点烦吧？这个确实有点烦。我觉得右边比较可恶啦，左边就真的可能是出于好意，而且他也没有别的办法，所以这一题我选右边。什么反光出来发现我的中之香不是木头黄铜，是不锈钢跟塑胶，冻定被受嘎着欸。没有啦，我又不会煮菜，我才不会开料理台嘞。对不对？前提就没有了，前提就错啦。丢 SC 参与氪金企划 ，SC 内容是在宣传自己的，我可以，我可以来我这边买广告可以啊。那个如果 VTuber 好朋友就是钱还够用，可以分我一点的话，你们可以丢 SC 宣传自己的频道，没关系哦。我觉得还好因为不知道，我作为一个开台的人，我就会觉得你 SC 想要写什么内容，那个当然是你的自由啊。你要写一个那个套中岛的那个笑话投过来，我 OK 啊，那本来就是你可以做的事情。然后你有给我钱，我就会念，所以你要宣传自己的频道投 SC， 我 OK 啊，我就真的会念啊，那没关系。对，这个我可以，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因为有些人就是不喜欢你在他的台宣传你自己的台嘛，所以这个是蛮尴尬的。我只能跟大家说我 OK， 但是不代表所有主播都可以接受哦。主播怎么都不开料理台？不行哦。没有啦，没有啊，我不开料理台，就是我的考量就是我不会做料理，我也没有想要做，而且在那边架那个摄影机很麻烦，所以我目前没有打算做这件事情。啊，你要每天都问我没关系，你要每个小时问一次我没关系。我只是回到不想回就不回了而已，这还好，我觉得这还好。免费的会员要到期了，等有人送给我之后我再回来，这个是蛮靠腰的，这个蛮靠腰的。哎，左边有钱好说啦，右边一定是比较靠腰。用抖内强行打断话题，哦，强行打断话题哦。我觉得如果你在那个主播很明显在蛮专心在聊某个话题的时候，你抖了一个完全无关的话题的话，你就要有心理准备，他可能会无视你啊。因为我觉得对主播来说，他当下采取这个行动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对，那如果你也觉得没关系，你还是要抖，那你就抖吧。那作为一个主播，是我的话，我可能就是会无视，或是等一下再回来看。对啊，如果我变得很大台，那个抖内会一直来的话，然后我放掉一个我就会忘记的话，那我就真的会忘记，我也没办法。对，所以大概是这样。新衣装跟前一套比，有露出比较多肌肤的啊，是我，我之后会露出比现在更多的肌肤。没有我现在才是全裸，不对没有啦，我没有全裸啦。其实那个虽然没有特别跟大家说过，但是我的本体其实躲在箱子里面的，箱子只是一个外壳，所以其实我是包的还蛮严实的啦，哈哈。那我很 rock 哦，很严实，哈哈。好，反正就是这样，所以我其实还穿蛮多的，但我之后应该会露出比较像人的肌肤吧。啊哈，这我就说台主要开始卖色羊嘎，我觉得有点看呢，就是毕竟如果那个开台的人他就是没有想要走色情路线，你懂吗？就是现实生活中你遇到的其他人也是这样子啊，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今天穿的衣服比他之前穿的露出更多的肌肤，然后你就跟他说，哇，你是想要走色情路线，你是想要诱拐女人诱拐男人是不是？对方听了会不舒服是非常正常的吧，所以不要讲这种话，道理应该是蛮简单的。那我觉得右边比较讨厌啦，右边就是性骚扰，你不用想。好，主播 A 安安，好久没看你的台，还记得我吗？刚才主播 B 聊天时有聊到你耶，好像那个就是管太多。对，
这个还蛮尴尬的，这个有点你知道，就是绿茶嘛，就是你不知道，就是你有朋友 A 跟朋友 B， 你不知道他们的关系好不好，然后你就跑去跟 A 说，刚刚 B 讲到你耶，你们最近怎么都没有一起吃饭？你们是不是怎么了？就很靠腰啊，就是，而且刚刚那个 B 说不定根本就没讲到他，就这非常尴尬，你就是在制造事端，这个是蛮烦的。对啊，就算是我也会觉得有点烦。对，右边我没关系，是因为我已经有跟大家说，就是有些人不想跟大家说，你知道，尤其虽然这样讲很，虽然这个现象不是很想看到，但是至少我觉得现在社会是确实有一个现象，就是如果一个女艺人公开说她有另一半的话，就有些人就会不想看她。对，不管是3次元的人类，还是就都会有这个状况，所以有一些女艺人就不会想要公开这个资讯。可是就不是你就问这种个人隐私的问题，就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蛮讨人厌的吧？对，我没关系，是因为我有跟大家讲，所以我本来就会让大家知道。但是大家不想讲的是个人自由，这真的是问太多，对。所以确实两个都不太好呢。那如果是对我的话呢，我是觉得左边会让我比较困扰啦，右边我就没那么困扰，因为我有跟大家说。但是你们要知道，对其他主播的话不可以哦。确实这两个都蛮靠腰的。终于到36强了吗？呀！自以为是聊天室管理员，骂聊天室一些新来不懂规则的观众，跟爆破别人的台，两个都好讨厌哦。爆破别人的台，所以不是我的台嘛，所以你是爆破别的主播的台嘛？那没关系啊，又不是我的台，那我选左边。这绝对是右边比较讨厌啊，因为你就是推敲主播的地理位置，你是制造主播的超巨大的困扰，非常严重的困扰，基本上是犯罪，所以一定是右边比较讨厌。左边可以啦，我们就靠那个一头嗓了，靠你了。右边会有点困扰，就是虽然跟我比较熟的观众一定知道我们的一些立场是比较接近的，可是我也想要吸收新观众啊。我也想要让一般普罗大众看我的台啊，所以我在讲无关的话题的时候，也可以不要讲太多这些，你可能会把一些我的观众看我之后想要开比较政治相关的主题的时候，我们再突然开那到时候就可以讲，所以没错对，也是右边不一定对哦，右边那个有时候他的政治思想可能就是跟我想讨论的，或是跟我本身的就是抵触的，我就一定会不喜欢，所以就不要，对，不要左边可以，所以左边可以，右边比较讨厌一点。好，而且我觉得很重要啦，政治这种话题真的是，除非主播当天开的主题有关，不然真的是不要刻意讲，不要刻意讲。好，哇，左边右边哦，两个都好欠 ban 哦，这个有点难选哎，因为右边有点像无意义的、没有意义的在洗，然后就传达出那个你是备胎的感觉嘛，但是有点烦。而且我觉得两个都是有影响到其他观众的体验的。但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其他观众的话，我好像觉得左边比较影响我的体验呢，因为右边就是一个猴子在那边反复横跳，好像没关系。可是如果我跑来一个台留言还要被观众骂，我就有点不爽，所以左边好像比较困扰集体玩梗玩过头 vs 想被 ban 的抖 M。右边没打完，什么意思想被 ban 的抖 M 没关系啊，你可以说你想被 ban 啊。如果你真的讲很多次，我就当做你是认真的我就会真的 ban 你，就这样我们各取所需嘛。或是我真的觉得你很烦，我就会说好，抖200就 ban， 抖200就 ban 你就真的抖200我就 ban 你那可以。所以其实没关系，左边比较烦。但是你想被 ban 的话，你可以直接说，
你不要在那边故意做一些我刚刚说很讨厌的事情哦，那个我会困扰，所以你可以直接说就好。对，好，乱斗内要求退款以及才艺捧一，其实我觉得乱斗内要求退款比较困扰欸。因为说真的啦，你真的要提起无关的 V， 我就认了啦。反正你就是跟我聊天嘛，算了，没关系。哦，分页合并比较接近，是他有开你的台，但是没有在看。啊，懂了，看另一台，然后他关台的时候就是关起来来看你，懂了，半备台，这蛮备的。但算了啦，你们真的把我当备胎，我就 OK 啊。就是我现在这么的不红，你愿意把我当備胎，我也是很感謝了，好不好？但是多数人听了应该还是会不舒服吧，所以还是不要比较好。对啊，我没关系，因为我没关系。对，好，这个已经是左边比较困扰吧？啊，这个有点难选欸，好像右边比较讨厌欸。这两个都好烦哦。左边好像我比较能接受，就是你就只是跟我哭穷，然后你说你暂时不会看我的台，以后再来啊，那你要记得来啊，那就好。右边的话就是我也不方便跟你解释，但你要一直要问的话会有点烦。右边比较白目，对，右边比较白目。哇，这两个都好烦哦。问说你是不是不会？有点烦。或者是，哇，这好难哦！我觉得对我来说，右边比较白目哎，因为右边是真的白目，就是你明明知道我有，或是你不知道我有没有，你也不该，就是不可以哎。右边比较让我想边掉，我们选右边。这个不用看，那个左边真的是一定不行，一定不行。好，暴雷跟刷爬多鲁，刚刚没有遇过吗？暴雷跟刷爬多鲁哦，好像暴雷比较困扰一点。刷爬多鲁至少帮我增加了活跃度，然后我只是觉得你很烦，但是暴雷你会直接影响我的游戏体验，也会影响我直播的效果，所以好像暴雷是比较烦。啊，这两个都好烦啊！一个是乱贴标签嘛，然后一个是那个煮咖喱给你吃，然后你给我嫌说你要吃炒饭。我还是觉得左边比较烦，右边就是好啦，你可以讲啊，没关系。就是你真的比较喜欢听歌回，你可以讲啊我不会照做，就你就讲没关系。真的我也比较喜欢呢，哈哈。我知道，跟主播说啊，今天怎么是杂谈？我比较喜欢听歌回，那主播就可以跟你说啊，今天怎么是留这种没营养留言？我比较喜欢你直接抖 SC。好啦，反正我觉得左边比较烦一点。左边没关系啦，真的硬要比的话，这两个硬要比的话，我觉得你真的看不懂你就问吧，反正帮我增加一下那个聊天室的活跃度。右边就不用想，没有这种服务，不用想。你要问你就问吧，我就不理你而已。好，左边新衣装肉比较多，说要卖色养嘎。跟右边的，我觉得右边，这两个都好烦哦。啊，对啊，也是有可能啊，就是你的那个。标题原本是写要做这件事情，但你后来开跑去做另一件事情没改。那如果是真的疑问，真的问，那就可以问啊，我觉得还好，就真的可以问，真的不懂的话，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的话，问一下不犯法。我觉得这两个都很烦一个是在那边塞狼那个人际关系，制造一些争端，然后一个就是性骚扰，都好讨厌哦。我觉得右边这个比较考验那个主播的公关处理能力。左边的话就是赤裸裸的性骚扰啊，这个真的好难选哦。左边好啦，我觉得左边比较讨厌一点，虽然我个人好像不会，我个人是还好，但是我站在其他主播的立场的话，我觉得左边是真的蛮靠背的。好，这个也难选
抒发自己的负面消息，或是常常来那边初见安安。我比较困扰的好像是这个，因为我真的会记错，所以我是真的会困扰。这两个我觉得左边比较讨厌，因为就真的很可能没有互相参考，但是你这样讲，人家就难免会这样想，然后就会觉得不太舒服，所以我是觉得左边比较讨厌。右边哦，你要 Q 你就 Q 吧，没关系。我觉得我对于那个大家在我的台提别的主播这件事情，我好像不会因此感到太困扰啦，所以我好像没关系。那就这样吧。就算真的做了，是不能再什么意思？哪一件事？我有点跟不上了，开始困了，你知道吗？开太久了。搞事被 ban， 然后在聊天室质问 ban 他的理由，或是标题有写还一直问。好啦，我觉得一直问没关系啦，你就问啊，你就帮我制造一点那个活跃的那个聊天室。但是左边真的很烦，而且影响到大家的那个观看体验，所以我觉得左边比较糟一点点。这不用看，这已经是左边，因为左边就是犯罪啊，左边就是真的犯罪，而且造成巨大的困扰。右边的困扰应该没有左边的大，所以我觉得左边比较糟。这一样啦，左边比较糟，非常糟。对，其他主播做过了，再做一次，一定是不一样的效果啊。每个主播做的那个风格都还是会不一样的，你刻意去提这件事情就很尴尬。犯罪了，反而最好选了。这两个，我觉得左边比较写的都蛮困扰的，两个都蛮困扰的。左边如果聊天室吵起来，你们就吵起来吧。你们制造一个更活跃的聊天室，我就收割这个演算法的红利就好了。但是右边的话，可能会把我想要吸收的观众给骂走，我就会不太开心。那好啦，左边就勉勉强强的接受吧，至少让我收割一下那个流量红利嘛。好，那我们还是先选右边比较讨厌。命令式哦。因为我没有开观众场所以我还没有实际上遇到这个问题。但我觉得算了，你们直接把我当老朋友，直接对我讲话不客气，我好像可以接受。我其实好像还可以。但是右边的话，因为你知道，我觉得如果你聊天对我如果你在聊天室对我很凶，我可能就呛回去这样子，也是有啊，也是有观众跟我讲话就是非常没有距离感，就留一些很靠腰的，我就靠腰回去。我觉得其实观看的效果还可以啦，就是看起来还蛮好笑的，也许会有人想看这样的台，那我还可以接受。可是右边你就是在让大家都不想看这个聊天室而已，所以右边比较烦。我提到麦架会不会很吵啊？暴雷仔 VS 往主播身上贴了臭臭的标签，我觉得左边比较讨厌，因为你要乱贴我标签，大不了就是我呛你，大不了就是我随便你，但是左边你影响到我玩游戏的体验，还有我开台的效果，所以好像左边对我的伤害比较大好嘞，这两个都就差不多的意思吗？就是左边这个就是性骚扰嘛，就是性骚扰，然后右边这个就是探问隐私，探问一些你不需要知道的隐私。那如果是我的话，因为右边的事情我都有跟大家讲，所以我好像没有那么困扰。但如果我真的人形化之后，大家真的说我要卖色，说什么很骚什么的，那就好像会比较烦一点。不对，等一下，这不一样。右边的不是探问隐私，我真的呛。右边的对我来说是真的很靠北，就是我明明就有跟大家说我有另一半，然后你们还在我跟其他的人类不是一定人类，你在跟我跟其他的人联动的时候在那边靠腰，我就会觉得真的是很皮哦。那如果我变成人形，然后你们要说我长得很怎样啊，没关系啊，你们就讲吧，你们就最好跟大家讲，大家就会来看我的台。好，那果然是右边比较困扰，右边是犯罪。左边是白目，右边是犯罪，我觉得犯罪比较严重。
这两个的话，我觉得左边比较烦，因为玩梗玩过头，你们要自嗨没关系，我一样收割那个流量红利没关系。可是左边，我真的会记错，好不好？我真的就可能会没记对，那就会很尴尬。哇，那这个一定是右边啊，抖内还要退款的，这个会很麻烦。就如果真的能退，也会很麻烦。左边啊，算了啦，你要福利你就要看嘛，真的没有就跟你说福利熊福利，自己回家想办法。那就这样吧。这两个都很困扰就是直接喊前世的名字，或者是说其他人有做过这个内容，这两个都很困扰，但一定是左边比较困扰，一定是左边这个比较靠腰。这一样啊，左边是犯罪嘛，那一定是选左边。好，太棒了，8强。常来的人喊出剑 VS 被 ban 之后直问 ban 他的理由。好啦，左边就是你自己皮嘛，左边就是你自己皮啊！我真的忘记你自己在那边伤心，那你就拍谁就，我就只能这样子啦。可是左边的话，受伤的只有你呀，受伤的只有你一个人呐。右边的话，我也烦，你也烦，其他观众看了也烦，那右边比较讨厌。哇，这两个哪个比较困扰？左边比较困扰，因为如果你乱抖内，你还真的要求退款，我如果真的要去处理这些问题的话，是蛮头痛的。右边的话，我就是觉得你是白痴，那我就是不理你，或是 ban 你，这个还好处理，就是对，跟钱有关不行啊，跟钱有关是真的很困扰啊。右边你在皮，我就是当你白痴而已，就没事，你就这样，我就是觉得你就是个没礼貌的人啊，我也不会太在乎，反正没礼貌的是你啊，又不是我反正你要来看台，你就来看，没关系，有其他人觉得你很烦，那个，他们可能会跟你讲，或是他们如果一直跟我讲你很烦，我可能就会 ban 你而已啦，就这样。左边比较痛苦，左边真的是痛苦。左边右边右边真的比较可以接受左边真的是就也没有到犯罪，但是犯贱吧，就是很烦吧。左边这个是肉眼可见的很烦。这两个基本上类似吧，这两个其实差不多。其中一个是从台主说的话去推断住哪或行程，那直播的环境音去推敲地理位置，这两个我觉得很像地理位置跟住哪其实蛮类似的哪一个比较恐怖的话，我觉得右边想一下，右边好像稍微可恶一点，左边稍微是台主能控制的吧，就是他如果很明确讲出自己去了哪些地方，比如说我就直接说什么我什么哪一天去台北车站，然后之后我又去了什么台北的哪个地方，这个比较就是主播自己可以控制要不要讲，然后就是我觉得啦，不代表所有的人，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我不想让大家及时知道我在哪的话，我不会老实说我哪一天在哪里，我可能会有一个时间差，会稍微安全一点。对，那我觉得这个某种程度上主播是稍微能控制的，但是右边极限解释也有可能是主播出去玩录 vlog 你去猜，是没错，对啦，左边那个你直接推出他住哪里，确实是可以直接就犯罪啊，就犯罪。但我觉得右边好像让我觉得更恶一点，就是你只是听到一些环境音，你有办法猜如果真的猜对的话，是恶到不行但我觉得右边好难右边其实有点难度吧。或是如果你是好吧，如果你是听到什么政治人物竞选的宣传车，你就可以直接推出哪个选区，这个是蛮可怕的。对两个都好恶但我觉得就左边比较
主播能控制的东西还是稍微多一点啊。右边是真的，人家就明明就是很难控制到的东西，你还要用这个去窥探他的隐私，就是有一点过分啊！不，都超过分的。但好像右边的稍微过分一点，硬要选的话，那应该就是右边啦，那真的很困扰。左边哦，就是我就再背你一次就好了，那个是再背你一次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右边就不是，所以右边会比较烦。啊，这两个都是恶魔哎，这两个都是恶魔等级的。这个果然还是右边比较可恶吧，因为你还是推敲了人家的，就是所在位置这种有蛮严重的隐私啊。左边那个就可能某种程度上也会预期到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如果他真的是某人转身的话，他某种程度上也会预期到会有这种观众出现，那他就只能说他不是啊，或是他就只能当没看到啊，就是这个是稍微在所难免啦，稍微就是至少左边这个情况是主播心里会先知道怎么应对、怎么处理的，然后就是当你猴子啦，就是当你猴子啦。但右边这个是真的会有现实生活中的危险跟困扰的。对，左边 ban 掉，左边最多 ban 掉就好，那右边不是 ban 掉就能解决了，所以右边比较严重。这两个也是啦。对，右边也是，马上 ban 也是蛮危险的。啊，前世真的被人家讲了，你就是不承认，或是你就是，对啊，就是大家就是你是破坏了某些人的观赏体验，没错，但是危险程度还是有差的。那这两个也是我还是觉得右边比较危险，因为你乱抖内还要求退款哈，你顶多就是真的退嘛，真的退能解决的问题。右边不是啊，右边你要为了他搬家哦，怎么可能？也不是不可能，但是那个也成本也太大了吧，所以右边比较可恶。好，太棒了！真的不行后面两个真的选不了了。开不完。这个果然其他人排名第一名非常合理。第3名，那我知道第2名应该也是，这个只有第6名吗？那大家的第2名是什么？踩一捧一哦。好了，是也蛮烦的，可以理解。好，太棒了！哪一个比较好玩？当然是这个比较好玩，因为可以趁机把大家骂一骂。没有啦，可以趁机讲一些臭的话，这个比较好玩。不行了，选不动了。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实在是开太久了，我真的会死在电脑前面。我们就假装这两个都有玩过吧。职业2选1，说实在也是来凑数的，没有那么好玩。但是谐音梗招牌应该蛮好玩的吧？我们就选个谐音梗招牌吧。好，那我来想想啊，刚刚的这个台湾俗语小一为2选1跟马铃薯2选1，其他人开一场聊1-2大题，我直接聊6个，我好强哦！这么强的宝箱怪没看过好。台湾小一为2选1跟马铃薯2选1，哪一个比较好玩？我觉得都很好玩但是马铃薯2选1有让我学到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马铃薯料理方式这个好像比较好玩。谐音梗招牌实际上没有玩到，而且聊天室讨厌行为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为一个有在开台的人的感受，我觉得。顺便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希望大家怎么对待我，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我好像比较喜欢这个。马铃薯跟聊天室讨厌行为吗？决赛居然是这个吗？有点难呢，到底哪个比较有趣啊？好啦，我们还是给他一点尊重啦，大家开台都开这个啊。必须说，他想这个主题其实很有趣，这真的是天才企划。就是虽然在这个2选1出来之前，就有蛮多人会开2选1台了，但是
这个蛮有趣的，就是他有开2选1台跟大家互动的同时，也可以告诉观众说怎么当一个更好的观众。对啊，就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然后就是，对啊，就是可以提醒到大家，也可以分享到，因为也不是说一定都是大家都是故意要当一个很机车的观众，但是有时候观众可能没有开过台，他可能不知道那个主播困扰的点是什么，所以有这个机会可以让身为主播的人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困扰，还蛮好玩的，蛮有意思的。所以好了，这个还是小赢一点啦。好，那我们今天的第1名就是聊天室讨人厌行为2选1，第2名居然是马铃薯2选1吗？第3名是明明没有玩到，但还是被选到了第3名的台湾谐音梗招牌2选1。第4名是台湾俗语话2选1，然后第5名是也没有玩到，但为什么可以第5名啊的职业2选1？对啊，为什么？为什么啊？好。然后第6名是饮料2选1，第7名台湾民2选1，玩了非常久，看了非常多，还有第8，为什么才第8啊？这应该更前面吧？第8名的蛋饼口味2选1，太棒了，可以下播了，谢谢大家。好累哦，我现在有点混，人家不会起。我们下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啊？应该是礼拜6对吗？赶紧来看看我自己的周表，忘记了欸。我的周表说它跑不出来。啊哈，对，礼拜六一样，下午5点啊，不一样，反正下午5点。在另外那个传说中的台语频道，我有开一个专台语的频道哦，想讲有开，啊，不过拢无伫遐，甲大家就是海信，甲大家互动安尼吼，所以拜六的时阵，咱伫迄个火鸡的台语频道来报道，嘿，具体要创啥，就是甲大家分享最近发生的代志尔，嘿，嘛无讲出特别，啊，不过就是。杂谈啦，其实杂谈啦，就是蒙破道安尼。好啦，今天日的安尼哦，足忝的，我好像可以吃个宵夜了，好饿哦！现在停留在这个美妙的食物的画面，真的是虐待自己耶！就这样，那个新衣装的预测，还有那个变成人之后的名字的募集，都还在如火如茶的进行中。那大家就可以来参与一下。好，那有介意听台语的朋友，咱就拜六的时阵，伫迄个台语的频道再会。就安尼，大家再会，拜拜。